这耳环你找了好久没找到？这应该很多吧？某宝上应该很多吧？这很便宜。没有纹眉啊，我眉毛一直是这样的，杂乱无章，粗犷狂野。你认识了个有米的富婆，恭喜你啊！社交平台男生想加 V 怎么回？为啥不加呢？加呗。谁在捏我的脸？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先左上角点个关注啦！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宝宝，先加个粉丝团。加粉丝团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硬是把人家那个，我们因为这是个酒店公寓，酒店公寓的网它其实是不能弄的。然后我们每次自己要添设备干嘛的，它都会受到这个公寓的网的干扰。就网络就不好，然后我们这次终于把酒店的那个说通了，然后把我们这个房间的网换了。So， 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流畅的直播间喽。好啦，来，我们来开始连麦吧。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啊！欢迎大家来到情感界的麦肯锡恋爱科学家的直播间。我们现在 slogan 就是情感麦肯锡恋爱科学家。Hello， 你好。你好。喂。哎，你好。哎，能听到吗？可以，你说。哎，那个曲曲就是关注你一段时间，然后也看了那个你的金贵的关系，就是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的情况是，我是94年的，然后年底刚过28，然后我目前是在1线城市金融行业，我自己是大概每年赚70-80个吧，然后可能之后还会有一个上涨的趋势。我目前的这个家庭情况大概也是1线城市，就是8位数的普通家庭。我现在有一个男朋友，他是我的8位数的普通家庭。不，我的意思是在1线城市嘛，就是总资产这样。好，接着说。对，就是，然后我现在有个男朋友，但是他是我的大老板。就是比较不能公开的关系。我的诉求其实我是想结婚的。然后我跟他现在大概是快到2年吧在一起。但是他非常的忙，他是87年的。然后我觉得他结婚意向没有很强，但是他是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等会儿，你说这不能公开的关系？对，因为我们公司不能就是内部这样有关系，对，就不太能公开，是吧？对的。好。然后我跟他相处的话，其实我们见面频率不是每天都见，大概可能就1-2周我们会见个2-3次吧，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他可能结婚意愿不算很强，就是一直是我在推着他走，但是他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是表达他是想结婚的，是往这个方向去推进的。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他来我这边见了我爸妈。他就因为中间我其实跟他分手过，就是闹分手闹了几次，然后我中间其实也有一直在接触其他的男生，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就是说要彻底断掉，所以我就后来还是跟他一起到了现在这个程度。我就想知道如果我后面还是要跟他继续推进这个结婚这个事的话，这个点在哪？因为我一直不知道他的需求点在哪，因为我感觉他除了有的时候会找我然后见面，他平常工作的时候他希望我不要就是经常的打扰他。你们有聊过结婚的话题吗？有，就是有聊过说后面如果有孩子的话怎么样，然后包括现在我说婚前是不是同居，他说他希望是结婚之后再住在一起。然后他说有孩子的话他可能就是什么2周见一次，然后他说他很忙，然后他可以出钱怎么样的。但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感觉特别，他是不是出米了呢？你们俩在一起他花米花的多吗？
他其实送礼物会送，但是他不会给大钱。然后他工作上会帮我，包括我的一些奖金啊什么的，他这些都是很大方的。但除此之外，他不会单独的说送礼物。他自己是一个苹果二代，所以也算是家里面条件还可以。然后自己也很喜欢买一些，就是他自己是住豪宅，然后开豪车，自己也买很多这种很贵的东西。但其实在我看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雷区的东西，就是你之前说到的那种。他没有要结婚的意思嘛？他没有要结婚的意思啊！你多大？我是刚过28岁生日，几几啊94的。94的，他87的。嗯，就是钻石王老五呗，钻石王老五呗，人家没有结婚的意思啊。那就像他说的，你要想结婚，只能带了球再说，他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带球这个有点危险。对呀，但是他就是这个意思啊，他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觉得自己没有结婚的必要，起码他没有跟你结婚的必要。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分手，就因为我中间也就是提过，就是我每次分手，他又会说，就是说什么希望我理解他什么之类的，然后觉得怎么要把我拉回来，就是会带着礼物来找我，什么成本他就能把你拉回来呀？问题在于，你想要的是结婚，他想要的是恋爱，他只是想让你待在他的框架里。只要他说他只恋爱，你就能回去。我问过他，我说我觉得你是不想结婚的，然后他说他不是，他说那我迟早要结婚的吧，他是这么说的。迟早要结婚，他87年的，他现在也不小喽。对啊，我也是这么觉得。而且他今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他当时本来是要去北京的，然后因为我说你不来。因为你本来跟我爸妈讲好了，你不来的话，你下一次可能他们就不愿意见你了。然后他就改了行程，就是过来。然后呢，你爸妈就我觉得，如果他不想，你爸妈没有问有问怎么想的吗？有问，然后他说他是往这个方向去的，往这个方向去。然后就我告诉你、对他说会尽快推进，他没有说一个时间。很简单的道理，很清晰的事儿。这个男人呢，他不想结婚，就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懂吗？你不存在，我要怎么打到他的需求点上？你怎么都打不到他的需求点上。他觉得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能给他什么所谓的需求点？他就是觉得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你要么就是带球了，他觉得那就结吧，说不过去了那就结吧。要不然就是他真的觉得哎呀失去你实在是太痛苦了，然后如果你说不结婚就不要和好，那他觉得失去你太痛苦了，那他就只能选择结婚。就是这两件事啊，没有第三个了呀。那如果他就是一直这样的话，我想分手，但是我现在在就是公司里这个情况，我觉得又很难完全断掉，因为我不可能不跟他联系。这种情况的话，你有了新的就断干净了。我的意思是因为他其实又控制欲很强，你都跟他分，他控制个毛。他会，我的意思是他会就是强性的要求我一定要见他，就是利用一些工作上的这种需求，所以我没有办法完全不见他。工作见就见啊，见完了就我走了，对啊，我男朋友在等我呀。对啊。你怎么着呢？有没有一个我上班我上班你把我拖到10点钟不得了了呗，还不让回去吗？我们其实晚上这种开会的情况还挺多的。开呀，大家跟着一起开咯，开完了我总得走吧。就是对他很强硬，不见他，这样就是不产生私人的关系。对啊，你自己心里要下决心啊！你不要说是什么叫分不掉，哪有分不掉的呢？然后我担心的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他会不会在工作上
那这样的人值得你跟他有任何关联吗？会不会在工作上就因为我不跟他好，他就要在工作上搞我？那你倒是跟我结婚呢，婚也不结，然后呢还要在工作上给我穿小鞋，那这样的人值得什么东西呢？值得你跟他怎么样呢？说的也对。毫无必要的事情。啥公司啊？就是券商里面。他也不是最大的老板吧？他现在不是，但是他这个趋势还是上升的比较猛，因为他自己家里面有些背景。趋势上升的猛，带球喽。你看好他的这个方向，那你就搏一搏喽，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喽，对不对？87年的他扛到现在不结婚，你除了这条路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说他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因为他之前家里安排相亲什么的，他去了，然后女生跟他谈说，好不好？你不要自己骗自己，好不好？再忙领个证的时间还是有的啊。就是他相亲的女生说跟他谈恋爱谈了跟没谈一样。不要说违禁词，不重要。你是要结婚，我也不是说非要跟你每天高粘度的谈恋爱，这跟你有没有时间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现在分的话，因为我现在快要到30了，所以我告诉你了，你可以带球，不带球那就你想结婚那就结不了。结不了，你只能分。你要想结婚，那你只能分。你找了别人了，他觉得哎呀不行了，他受不了了，两个都有赌性，你懂吗？哪有100%的了？100%的没有啊。好的，好，就这样。行，我了解了，谢谢。这种时候就是，哎呦，我觉得带个球也没多大个事，真的。你已经看准了、看稳了这个男的情况了，是不是？你就直接跟他说，那这个情况我们俩在一起2年了，对吧？那要不你也工作别干了。要是这样子的话还不能领证的话，那你工作也别干了，对不对？那你就是逼我，对吧？你人不能，你就狗就是什么，你不能把人逼急了呀，对不对？那你不能逼我呀。那本来我们俩的关系是不公开的，那要是带球了你还不跟我结婚，那我这个关系非公开不可，对吧？那总得搞一下的，要不然的话你就等着10年长征路漫漫，对不对？你就等着10年长征路漫漫，带了球都不结，这女孩子她也就看懂了咯。但是我觉得啊，你跟这种男的在一起，其实不就是赌嘛？你本身你从头到尾都是在赌，你哪一刻是实实在在的？哪一刻是实实在在的让你觉得哎呀前途无限大好？有吗？没有啊，你从头到尾都是在赌啊，对吧？总不是赌了的，一赌到底好了咯。要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一开始都不用对这个事情心存幻想，对吧？哎，87年的钻石王老五他结个鬼的婚，你想让他顺其自然的结婚，想都别想。我告诉你，想都别想，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好不好？你对他而言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他单身肯定是单身，他不会是有围城的，单身肯定是单身。来，刚刚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单身是单身，但是呢女朋友是不是只有这个那就不知道了，那就不确定了。哎，未婚肯定是未婚，但是呢挂着的女的是不是只有这个那就是不知道了。然后大家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然后要看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个圈圈的入口。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
Hello， 哎呀，终于连到我了，曲曲你好。哎，你好。我上一次等了4个小时都没有排上，脾气都没了。直播间硬生生的等了4个小时，能听到我说话是吗？可以，你说。好，那我就直接说问题了，因为我的那个我就说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的情况，第二个方面是对方的情况，第三个就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呢是在1线城市90后，然后自己的话是工作能力特别强，然后呢事业心比较重，但是在男人方面的话，第一个是没有用心思，第二个呢是没有天赋，所以我在事业上面做的比较好，然后性格呢也很好，很阳光，然后自己在广州有3套房产，核心的4区都是我自己赚的，然后有2台车，都是不错的100万级的车，也是我自己买的。然后我是因为踩到了风口，所以才赚到了自己的第1桶金，这是我的基本面。然后呢，对方呢是大我10岁的一个商人，他我们是同一个市区的青年企业家协会的会员，然后通过工作关系认识他呢，对我很欣赏，因为很欣赏我的工作能力，所以他就一直是对我是抱着那种很想跟我做朋友，然后关系很好的这种交往，一直交往了6年的时间。那么中间我们2个人就是一直是朋友关系，但是我知道他喜欢我，然后呢我也知道他不会跟我结婚或者说跟我谈恋爱，因为他是一个多偶男，那么我对他的态度就一直是保持比较的尊敬，然后崇拜，然后一个小迷妹的这种状态。然后呢19年的时候疫情，我的投资失败了，我从来跟他之间是没有任何经济来往的。那么19年的时候我就跟他打了个电话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突然之间遇到了一个状况，可能需要一笔钱周转，然后他二话没说就给了我100个 W， 然后转过来之后，我就用他这笔钱重新起了一个盘子，做了另外一个生意，然后2年的时间就是把钱赚回来，翻了10倍，然后我就这个钱呢，他说你不用还给我了，但是我因为受不了他跟别的女生，就是我们一起吃饭，有一次饭局一起吃饭，我为什么还钱给他，是因为在那个饭局上面他叫了其他的女孩子一起，然后呢那里面有2个女的可能跟他都是比较暧昧的关系，然后我在饭桌上面很生气，回去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我不想跟你保持这种朋友关系了，我受不了你身边有这么多人，我说我把这个钱还给你，然后从此我们2个就两清了。然后这个事情节点是去年的时间，那么今年我们的关系又缓和了。那么最近呢，我就跟他开了个口说，我也是确实遇到了困难，不是我想故意找他要钱，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找他要，这是我真实的想法。那我今年遇到的这个困难就是因为去年疫情广州被封了嘛，然后我们仓库里面有很多的货呢是被困在仓库里面出不去，所以我就资金周转上面出现了问题，我就想问他拿一笔钱来周转，那这个数呢我没有跟他说是多少，我就跟他提了这个事儿，那他说可以，但是因为他现在手上没有钱，可能要等半个月之后才能给我，那现在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我就这样干等着吗？还是怎么样？就在这个等的过程当中，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跟他的关系？因为现在我们2个人就是有一点关系有一点尴尬，就是我找他聊天聊感情话题，他从来不回我，但是呢我有任何的问题我去找他，他就会帮我解决，就是仅此而已。那我就不知道我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去跟他去推进这个事情。你要推进啥呀？他答应你了，他只是现在没有，他有了不就给你了吗？但是我万一他不给呢？他不给你强迫也强迫不来，你就再问问嘛，有事说事儿就好了呀。他跟你之间的关系就是有事说事儿啊。Hello， 听到了。哎，重新连下来。对呀，叫啥？麻酱菠菜，人呢？再连一下。大家没有关注的先把关注点起来啊！没有加粉丝团的先加个粉丝团，免待会儿直播间跳走了。过去以后，首先向怎么连错了？啊，你就是有事说事儿啊！你现在迷惑什么呢？惑什么呢？好，
刚刚断线了是吗？不好意思，刚刚断线了，有个电话进来有个电话进来。我说你就是有事儿出事儿， Hello 你有什么疑惑的点？就是我的心态就是我不想跟他谈恋爱，我也不想跟他人家做男女朋友，没有要跟你谈恋但是呢爱，也没有要跟你搞暧昧，你也不需要通过搞暧昧来找他拿米。事实上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内心里面其实我是喜欢他的，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不想去开这个头。那么我也知道他喜欢我，但是我知道我跟他没有结局的，所以我不想去开这个头。但是呢，他又想跟我保持这种很友好的关系，因为平时我给他的情绪价值是给的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做生意，因为他19年给了我那100个 W， 我用他的钱去做成功，赚到了10倍的回报嘛。那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说我的人生发生改变，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就是相当于改变我命运的人吧，就是我会把我的成就全部都归功于是他，包括我自己呢，就是我可能不太喜欢打扮，我也不太会打扮，平时呢就是穿衣服很随便，他就会教我怎么样让女孩子可以变得更高级，他会告诉我怎么去做人做事儿，然后就是我就一直把他当做是我的人生导师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对待的，但是我确实是很喜欢他，所以呢我跟他走得很近的时候，他身边有女生，我就心里面我每一天就会很煎熬，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知道他想再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不想得到什么呀？所以在保持这段关系，他不想得到什么？那我可是我找他拿的钱，我是真的还给他了的，包括我自己。你的每一个可是跟我说的事儿有什么关系？这个事情里面，我现在没有看到障碍点。障碍点是你的心理，你自己的情绪你自己消化自己解决啊，别人没有要你跟他好，又没有要潜规则你想那么多干什么？这样的吗？那我现在就是我问他开这个口啊，是上周跟他说了之后，他说这2天手上账上没有钱，可能要等15天之后给我。那我现在要怎么做呢？我就是在这里等，我不用找他嘛，就等啊，就不用跟他聊天。不用啊。那15天之后我就去问他，我说，哎，这个事情你的钱到了吗？你可以给我转了吗？就这样问嘛。对呀。上次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这边怎么样了？有进步了吗？这样问呢？好吧。你就跟找银行借钱不是一个道理，你就是跟找银行借钱这样批了你就等呗，等日子你就去问呗，就是个道理啊。那我就是我想跟他保持这种比较相当于蓝颜知己的关系，就是我在跟他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应该你建议我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跟他交往？就是我既不想跟他断了，又不想人家就是一个贵人，仅此而已，人家就是你的一个贵人，好吧？是你自己不要想太多，你自己不要把这个事情往男女关系上扯，人家本来就没有往男女关系上扯。那可是他为什么要帮助我呢？他喜欢助人为乐，行不行？助人为乐。这样的吗？你想怎么样？就这么不是你想怎么样啊？来，人呢？你们每一次说话就是说自己不想搞的，其实都是自己想搞的，不知道啥意思。你想怎么理解呢？你把他想理解成男女关系，可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刚刚又断了这个，又断了，说呀，又断了，说呀，好，听到了哈，可以听到了，好，哎，我真的跟你连上了，我又不知道我的问题要问什么了。我本来想问的问题就是问在这15天里面我应该怎么做，然后但是我发现其实我想问的问题是更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保持这个关系已经6年了，在这6年期间我们没有发生过，人家只是你的贵人，你不要往那上面扯了，我求好不好？就是那
那我想跟他做事业呢，就是我你就做想跟他一起。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啊，有事儿说事儿。我是不是跟你说4个字？有事儿说事儿。那可是我跟他有事儿说事的时候，他又会表现出来，就是对你的那种男女之间的那种，就是一些暗示。啥暗示呀？啥暗示？就比如说，我很正经的去跟他讨论工作的事情，对吧？当我已经放下了对他喜欢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又会来给我一些，就是比如好像给你很暧昧的一些语言啊，然后让你往那方面去想的一些动作。是你自己非要往那方面想，好吧？好吧。请你自己不要往那方面想，你也不要逼着别人非要往那方面想，好吧？那就是，那我要只能控制好我自己，然后在这个对，问题就出在你自己身上，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我能不能直接去问他？我说，如果你对我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哎，你有毛病！别人是多偶，你接受不了，你在那扯什么呢？别人他说我是的，我挺喜欢你的，所以呢，然后呢？所以就是，即便是他的多偶，我跟他不是男女朋友的情况下，他愿意给米的情况下，就维持这样就好了，是吧？对呀，请你自己不要想太多，好吧？啊，好的，好，就这样，拜拜。好。我建议他可以下去1v1啊，我建议你可以下去1v1。你最大的问题是出在你控制不住自己对这个男人的感情，知道吧？巴伯想从我这里听到，其实这个男的是喜欢你的，但是呢，结果呢，往哪儿走呢？那男的又不会为了你去放弃他的3宫6院，他会为了你放弃他3宫6院吗？不可能啊！那这样的关系你搞不好啊，你搞不好，那你搞什么呢？你往那个方向想什么呢？人家不跟你搞男女关系，人家也能帮你；不跟你搞男女关系，人家也能够跟你一起做事业。事业是什么？是你能给他带来价值，讲投入产出比，对不对？你有合理的投入产出比，别人就能跟你做事业，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不要去理解暧昧，你不要自己在那上头，不要自己在那恋爱脑，明明就是自己喜欢别人，还非要说是别人，非要把他想成别人喜欢你，是不是？他怎么能扑嘞？他扑完了以后，他又受不了啊，煎熬啊！那男的身边的女的那么多，他煎熬啊！他自己一个人自编自导自演，一个人把女1号、女2号，他全一个人演完了他自己一个人演完了，剧本也自己写，自己写完自己演，对不对？别人有的时候生意场上的一些东西，人家男男女女之间说话，对吧？哎呀，稍微的暧昧一点，逢场作戏，你当真你可就输了，对吧？人家有能量，有水平，有财富量级，人家觉得就像我今天听到那个谁啊，那个，今天我听到那个 Super Monkey 那个创始人，他在那个湖畔大学演讲的时候，就说他当时投给他的那个是谁给他投资的，说他们那个投资基金投出去都是10个亿的规模才往外投，然后当时他投那个 Super Monkey 的时候，他说我跟你投1000万，我这就是等于扔水里了的，我就是当时扔水里了的，我投这种1000万的钱，懂了吗？那对于那个男的来说，他帮一帮你，他觉得无所谓，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你不要觉得，你不要上升，好吧？不要上升别人对你的想法，别人对你没啥想法，请你自己不要自作多情啊。接受不了，是不是？接受不了。好好接受一下啊，好好接受一下，不行就找老师1v1跟你一起接受一下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啊。没有学过金贵的关系，或者是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点一个圈圈的入口。想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连麦。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曲曲。你好，你说。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困顿的局面，就是特别需要你这边给我指点一下。我先介绍一下我这边的情况。那我老公呢今年是44，那我是40岁。那我们两个有一个男孩9岁，一个女孩7岁。那结婚的时候呢，我是知道他在国外有一个前女友，那带着一个女儿在生活。但结婚10年了，那从恋爱到结婚一直都是两地分居。那我现在住在我们这边的省会城市 A， 那他是在另外一个城市 B 工作。那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是在城市 C 买了一套房子，那是在我的名下。那平时呢，我们都是两地分居，那一般是1周，有的时候2周见一次面。那最长的时间是去年7、8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次是1个月见一次面。那在这4年期间，我是没有在上班，在家。那5、6年前呢，我们双方就是各自投资都失败了。那我们当时各自差不多有负债80多个 W 吧。就各自负债的。那我老公他当时一直劝我把我名下的那个房子做抵押贷款，然后帮助我们两个就是共同走出这个困局。那我当时是一直不同意的。那我是这么跟他说，我说即使在我自己有这么多负债的情况下，我都没有这么做。我不是不想帮你，然后但是他没有听进去嘛。后来呢，他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说是他的同事用房产证去银行做了抵押，借了20个 W， 帮他度过了难关。后来吵架的时候，我老公就埋怨我说，我作为一个妻子都做不到，别的女人都可以做得到。那估计这个事情当时是伤了他的心吧。那后来前几年的时候，他们就在他们工作的一个小区就买了1梯2户的这个门对门，就这么住着了。后来一起装修，一起买家电，但装修的风格和家电包括大门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老公后来又给他买了20多个米的这个车。但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我是有发现这个事情有闹腾过，然后也没有用嘛。那这个对门呢，今年是36岁，但他扯过快乐证，没有孩子。那他是10年前扯快乐证的时候和我老公成为同事的，但当时他有跟我老公表白过，然后我老公是拒绝的。没有多久就跟我恋爱结婚了。那因为我的负债嘛，就是一直都是我老公在帮着我还的，所以说去年我知道这个他们的事情，然后我也是逼于自己的这个债务还款的压力，所以说一直没有敢太闹。那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他们两个是真爱。后来到了去年3、4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老公的无名指上戴了一个戒指，我以为是他跟他对门的，后来我就忍不住我就问他，然后他给我说这是他和他几个兄弟结拜，每一个人1个戒指。我就觉得就很难以置信了。后来我在他的车上装了某气，然后后来我就知道有一个4号的存在。那个4号呢，他今年30岁，扯过快乐证，然后有一个女儿呢，然后我老公也是买房买车嘛。然后在前2、3个月的时候，我就有听到那个4号他肚子里有球了，后来我老公就没有要。但是呢我老公呢在今年过年的时候，他又给他的对门，然后包括给那个4号两边都有买年货啊，买新衣服，还有给那个4号的妈妈又包红包，大年初1又过去拜年。我很想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路径呢？多有男嘛，你老公就是多有男嘛，没啥，就是多有男喽。但是他又去拜年，又去见他父母，又带着婚戒，然后又买车买房，现在在装修，那他们是不是要有一个下一步的行动呢？很有可能啊，他也可能也有。你是有几个小孩？我有2个，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你每次发现这些事儿的时候都不闹？我就第一次就是跟他对门的时候我闹过，但是我老公他现在不知道这个，我知道他和这个4号的事情呢。你要知道他们上门干嘛这个那个的，你还是得起跳啊！你起了跳以后，你得再多拿点米过来呀。
那现在的话，我就想问，就是说，我是直接跟他掰了，就是直接扯证，然后把米拿过来，大家分开了，还是就是这样默默的下去呢？还是说，就是因为我老公他也会听他妈妈的话，还是说让我婆婆这边出面，去给他点拨点拨，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呢？他点拨不好，点拨不好，多偶男。但凡口袋里有籽儿，他是不可能变成单偶男的，对吧？哎呦，这是不现实的事情。你要是要跟他掰，得有个前提，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跟他，就是财产分配完了以后，你能获益，这个很重要。或者说你还有没有别的负债需要他去顶着？我现在就只剩一个12个 W 左右的负债在忍着。哦，对了，就是名下在我名下的那套房子，现在还有70多个吧，就是这个贷款没有还完。你自己有收入吗？所以我就现在没有。那你又没有收入，你怎么能跟他掰呢？你这不是完全是扯些野皮。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局面就比较困顿。不困顿呐，你每一次发现了，每一次就要闹啊。你闹了以后就要拿一笔啊！每次发现了，今天发现了70个 W 的，你给我搞掉！你凭什么跟他们买车买房？我要去诉他，我要把那个房子要回来，除非你跟我把这个70个 W 平了，对不对？你要闹啊！你怎么能平在家里睡觉呢？对吧？你是有证的呀，你有证的，你是可以去诉的呀，对不对？我不诉什么前提？不诉你给我把我的账平了呀！你今天给我把这个12平了，明天给我把那个70平了。你这外面你在外面安家安2个3个的，你跟我开国际玩笑？你把他的证据全部掌握着呀！你要一个是他重婚的证据，一个是他所有的财产证据，你要花时间把这些东西全部捏手上来呀。那平了之后的话，那我们的关系就已经是彻底僵掉了。那不一定，那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让你平账是平账，我平完了，我不想跟你分，我还不是可以接着对你好，对不对？不平我的账，那些人都是挖我的墙角的锄头；平了我的账，那些就都是我的妹妹。你反正这么多年，你已经就是眼睛都是闭着在过日子了，你又不是那种对于他的感情有什么波动，你就结果导向倒推你的行为嘛。那还有一个话就是说，我当时一直没有同意用我的这个房产帮他做就是抵押给他还债。那在这个事情上，他是非常介意的。那我需要怎么去平复他的这个情绪呢？平复个毛线？那有啥好平复的呀？你在外面安家安2个3个的，你怎么还没出气？啊，今天见证你在外面认一堆老丈人，你还不出气？我幸好，你看要跟他这么讲，我幸好是没把那个房子抵押给你。我这还算是给我2个小孩留了一点命根子。我要是把那房子抵押给你，你回头都送出去了都，是不是这么个疗法？那就对于这个嗜好的话，我就是应该要闹腾一下。都肯定啊，你肯定啊，他对门的也好，他那个也好，你都得闹，你不闹哪里搞得到米呢？对不对？但是他就是之前我的这个负债，他就一直帮我还到现在还剩10几个嘛。我知道呀，可是他们在外面买这个房子买那个房子，那不都是钱？那些钱提前给你还了，你不提前解脱？你先把你自己的选择权搞过来呀，对不对？我现在是没得选，为什么？因为我有负债。但是我要闹完了之后，我提前把我的账平了，我不就提前有选择权了吗？但是如果他不同意呢？不同意我就去诉啊，我就把他在外面花的钱要回来呀。你老公什么身家水平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看他这几年买房的话，就是500多个，买车买表100多个，他都是付现金的，然后包括就是可能证券里面的这个账户，可能我看了是有2-3千个吧，都在他自己名下。是。那我告诉你，你这个东西你要留证据，知道吧？这个很重要。那他妈几十个那都是小钱，
那什么几千个，这很重要，你必须要留证据，因为这个全部是婚后财产，知道吧？你婚后财产，你把这些证据线索全部都弄好，你也可以先不打草惊蛇，你先慢慢的把他这些证据线索全部都摸明白了以后，然后找厉害的律师帮你一盘，知道吧？我要是起诉，我是不是能拿到1000个往上？我要是跟他扯快乐证，我是不是能拿1000个往上？我跟他扯快乐证能拿1000个往上，那我这个快乐证也不是不能扯。哎，是，其实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我也在想说，我是不是先把这口气忍着，因为我毕竟想要的更多，我想要的是他的全部。那你就好好的找证据吧，好吧？好的，那我知道了，谢谢啊。主要是财产证据啊，找那些什么劈叉证据没啥鸟用，知道吧？找那些劈叉证据是不能让一个男的净身出户的，也不能让他分你一半财产，知道吗？你们关键是要找到他挣了多少米，他公司有多少现金流，挣了多少米，他名下有多少资产，这个很重要，懂了没？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就是先把他所有的财产证据搞明白，然后就开始做2个动作。第一个就先去起诉外面的把米先要回来，懂不懂？先起诉外面的把米先要回来，把他们的拿回来了，然后最后再扯快乐证，再扯快乐证，对不对？那要多分的，我1分钱都不能少分，对吧？因为我以为这男的没几个子儿呢，10几个 W、70个 W 还不还，还在那紧吊着搞，我还以为他没什么米呢。那他有个几千个 W 的米，那还是值得一搞的，那还是值得一搞的啊！你就反正他现在这男的也蛮麻木，他觉得这女的这么多年他也习惯了。知道吧？他也跟他门对门的什么的，他也无所谓了，他也不闹，他也不讲，他也不搞。这男的也比较麻木，趁着他这个麻木劲儿，你赶快把他所有的财产证据拿到。还没孩子，快有了。这男的在外面现在还没娃，但是这都是迟早的事儿。我告诉你，什么但凡要上门见父母了，什么玩意儿的，这都往后走，那带球都是迟早的事儿，知道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我们这是坐在家里看世界是吧？看一看男人都是什么样子的啊，欣赏欣赏欣赏啊！男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什么样的代表作啊？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啊！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连麦。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来下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给你们最好的小伙伴，好吧？喂，你好。你好。能听到吗？能，你说。听不到啦。Hello， 你好。喂，你好，你现在能听到吗？可以，你说。不好意思，重新连一下，我感觉我这个重新连一下吧。好。我口音武汉人，对啊，我就是武汉人，就是武汉人嘞，我就是武汉话普及大使。Hello。就是我喜欢一个男生，然后他是我初中同学，然后我初中的时候是不喜欢他的，但是初2曾经有过暧昧，然后高三的时候就是跟他谈了恋爱，不过是网恋。那个时候我在上海，然后他在浙江，然后就是异地恋。然后我听不清楚。然后多大？我现在27。好，接着说。然后就是网恋跟他半年，然后就分手了。然后就是他就是跟一个别的一个女孩子在一起。然后但是我高3时候在寝室里面说非他不嫁什么的。你能不能聊点一年以内的事情啊？你聊点1年以内的事儿，好吧？然后就是
我先说我对他的印象吧，我感觉他就是数学成绩好，然后也有领导力。不，停，不能这么陈述问题啊！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你先把你的问题抛出来给我。就是我感觉，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跟他都没什么联系，然后就是他大学有谈，然后反正我大学也曾经去找过他一次，然后他没有接受，然后反正不是你今天的问题是啥？这个男的跟你啥关系？现在是陌生人。那你哭啥呀？我太紧张了，大姐。谈过恋爱没啊你？我之前是网恋。我就送你一句话，找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人谈一场真实的恋爱，咱们的聊天才有基本面。好的，好不好？然后就是我感觉幻想啊。好的，我感觉我就是随着时间推移，就是对他滤镜越来越重。就是初中的时候，我观察过他，然后就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感觉就是有好多缺点，然后也长得有点丑，然后但是就我初中的结论是说一定不要跟他在一起，然后结果我现在又越来越喜欢他。小姐，我觉得你是个笑话，你知道吧？上来干啥来了你？我跟你讲个我的故事好不好？我从小到大我就喜欢言承旭。我跟你说，言承旭到今天为止他是单身，我就觉得他是为我单着的，你知道吧？我就觉得他必然是在等我。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有能配得上他的男人。虽然在有的人眼里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孤僻也非常少言少语的一个人，虽然在有的人眼里觉得林志玲跟他是绝配，但是在我看来他们都不懂，我才是言承旭那个命运。你懂吗？你现在聊这个天跟我刚刚这个聊的这个天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好不好？好的。我请你，不管通过任何手段、方式、方法，去找一个你身边你能摸得到他的人谈恋爱。怎么谈呢？先牵手，然后再亲嘴儿，然后再去找个酒店啊。咱们这么谈，一步一步的，一定走到最后一步，把最后一步全部给我打穿掉，好不好？一个步骤都不能省啊，要不然你绝对就是精神会失常的。你听我的，好不好？这个男的跟你没关系啊，这个男的跟你之间的距离，比言承旭跟我之间的距离还要远啊。我就是感觉高中结束以后，然后我就变成暗恋了嘛，然后不重要，就不重要。现在请你失忆啊，请你失忆，这个人跟你没关系，好吗？这个人跟你没关系 ，OK， 没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一直活在幻想里面，就是对的，你一直在幻想。从现在开始，从这一刻开始停止幻想，不要再把自己活成一个笑话了啊！我感觉我暗恋那个寂寞，就感觉像自己跟自己。对的，你说的没错，但是咱们要知错要改，好不好？知错要改啊！错误都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但是咱们不能执迷不悟，不能一错再错，知道错了要改。怎么改？把前面的这个翻篇了，好吧？翻篇了 ，move on， 下一步了啊！下一步我已经告诉你怎么做了，找一个身边你能摸得到他的脸的人，跟他谈恋爱，直到最后两个人发生实质关系，所有的步骤一步不能少，全部给我打穿，听懂了吗？好的，好吧，啊，谢谢，好，拜拜，拜拜。登峰造极，哎呀，登峰造极！我们原来认为我们是一个处理高端问题的直播间，知道吧？那没有谈过个3-5回恋爱的，怎么可能会看我呢？啊，
这没有共鸣啊，这都无法共情啊！我现在发现我的影响力真的是有点大啊！你们真的去放我一马，好吧？我真的，你们放我一马，好吧？像我这种把谈恋爱当爱好的人，谈恋爱是我生命中的除喝酒以外的第2大爱好。像我这样的人，你们不要拿你们那种就是妈妈肚子里头的那个认知来跟我对话，好吧？我真的很痛苦，我求啊！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点段位的，请你不要来花这个400米，好不好？大家就是这个米，咱们吃点啥，喝点啥，是不是？哎，跟小姐妹出去做个美甲，看个电影，这个米花的也很值，对吧？没有难度的问题，不值得的男人，你们就不要花这个米上这个直播间连这个麦，就坐在那里听，好吧？听个10场，把自己脑子听明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过日子，会过，是不是？极致性价比啊！没有关注的点播关注，没有加粉丝团加个粉丝团啊！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我说话。那个哪个说言承旭是他的呀？给我拉黑！你这是非常危险的发言，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我跟你讲。Hello， 你好。哎，曲曲。你好。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今年35，是空姐，然后现在是有两个感情啊，一个是认识了一个比我年纪大概大20好几的，然后大概2年时间给我花了大概300个 W，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我跟这个第一个是想说就是 DIY 嘛，然后但是就是前期这个过程也很艰难，前期就是不同意，后面现在又表示同意了。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是比我大13，然后认识3个月时间，大概花了50个 W。所以我的问题是，现在这2个人是同时进行呢，还是说就2选1？然后该怎么选？肯定选第一个。哎，人呢？人呢？快！这个值钱的故事快再上来一下，这才是大家有没有一个标准？这个故事是值400米的啊！这个故事是值400米的啊！叫啥？我有标准吗？有衡量标准吗？这个故事是值400米的哦。不好意思，刚刚这样讲。听到吗？对，然后第二个呢，他是比我就是说年龄差距要小一些，然后3个月花了50个 W， 但是每次呢，他就是回家之后就不联系我了，然后体验感就不是特别好。找第一个呀，你这有啥好选的呀？肯定是哪个稳搞哪个呀。第一个，因为年纪相差实在太大了。那又怎么样呢？你又不跟他白头偕老，这俩你都不会跟他白头偕老。那第一个我要跟他 DIY 吗？对呀，当然了，你都35了嘞，你还不搞个金饭碗抱着？那 DIY 的话，那我是要 DIY 之前管他要一笔大额的，还是说就是之后？但是因为之前他也承诺说DIY 的话费用上面啊都不是什么问题，大概5000到8000这个样子吧。那可以啊。但是都一直在承诺，但没有就是哄嘛，你先哄嘛，对不对？仪式感嘛，这个 DIY 不得有个仪式感吗？上哪儿 DIY 啊？漂亮国。去漂亮国 DIY， 对呀，那这个能开口的地儿多了，是不是？还有一个是因为我现在的工作的话，因为有变动，然后家里面这边安排或者会去，比如说香港这边啊什么的，那他就说，因为他也是家里面管得特别严嘛，
然后想说就是他说如果去那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到那边去，然后生活啊什么的，但也不可能长期就是在一起哈。然后如果留在就是国内的话，那相对见面的时间就会少一些。那你觉得我要去吗？怎么见面多怎么搞啊？肯定是。还是要见面哈？那肯定啊，要不然你后面这个什么5000的8000的，那不都扯犊子了？是不是？不见面咋搞得下来？5000、8000这个我也比较害怕，就是会不会是一个饼啊？不重要，后面要我告诉你，根本不重要。没有5000、8000，有1000、2000，这都不重要，明白吗？重点是你的年龄到这个节点了，你得把金饭碗抱住了。重点是你的人生发展方向往这个方向上走了。他本来他不是一个完全承诺不兑现的人，懂吗？他2年能花下来300个 W， 本身这个人他的付出意愿是还不错的，是 OK 的，财富水平、经济水平都是 OK 的，他硬性指标都达标了，你们就把这个事儿往下推就完了。但这300个也要的特别，就每次都是我要。你他才会给嘛，那就要嘛，就各种要嘛，那肯定要啊。他前面也是，就刚开始的时候跟我承诺说，我因为家里管得严，然后手上只有10到20个 W 可以花，然后你如果要钱的话，我这边是没有，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着就要到这些了，就后面他会不会就没有了？你有啊，肯定会有，肯定会有，不可能没有，你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你就是要往下一阶段走，因为你这个时期，你生育年龄就这几年呀。你在后面你想找个男的这么想找个大佬这么跟你去，给你叫什么兜底，你找不着了呀。是吗？当然了。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第二个都是个短期的，这哪到哪儿啊？都看不明白这个事儿，一点都不稳。第二个可以挂着的呀。挂着，就是因为我比较担心第一个发现啊什么的，它非常的敏感，然后发现了其实这个事情就很难办。那就肯定就不能跟第二个，那就不能跟第二个。如果第一个看得非常紧的话，那就不能跟第二个，好吧？就把第二个不要当真是吧？其实第二个有点上头。那是你上头，别人可没上头哦。他跟我说的也特别好，可是人家一回去就消失了，人家是哪个地方上头啊？能不能看点事实层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短期内可以拿出这些的话，是不是能代表一部分真心啊？能代表个屁的真心，只能代表消费习惯，只能代表消费习惯，代表什么真心啊？那我需要就是跟他就是说明白说那个我们不合适什么的，不需要，大姐不需要好吗？不需要，我求你不要再讲这种鬼话啊！就这么处着就行了，有空就联络，没空的时候你就不搞就好了。能搞一点是一点嘛。我没找他要过，都是他主动给。对呀，那就让他主动给嘛。他每次给的时候都会说什么怕耽误我呀，然后就是怕那个就是影响我的什么去找什么人啊。对呀，你就他说他不用管。哎呀，这男的你不用管他，这男的他不适合这种长期往下，知道吧？他就是短期冲动上来消费的这种，他就是消费一阵子，你就看他消费一阵子就完了，他不会有什么很长劲儿的。为什么说他不会有长劲儿啊？因为不想。哎呦，我跟你说啊，你本身这么大了，知道吗？他找你夸夸的，哎呀，花干嘛的？你觉得从你的视角上来看，哎呀，我好难得遇到一个一上来就花这么多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人他的行为是有惯性的。你要不坐那边去？一个人他的行为是有惯性的，知道吧？他对你这样不是因为你特别，而是这是他的行为习惯。
果说OK， 那我明白了。那其实我也不是第一个，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对，对，我太顶真了，把这个行为就是在他看来，也就是很那个的事儿，就是很普遍的事儿，而我看成对我是特别的事儿了。对了，对了，可以，姐姐悟性可以啊。好的好的。那这个心态上面的话，说通了，其实也能接受了，就通了。那行，那我还想问一下，关于事业方面的话，其实是没必要围着就是感情线走的吧？应该是有自己的重心吧？就是自己认为哪一个事业对自己好，发展前景，然后就去做哪一件事吧，就是去做这个对自己有利事业发展的事情，不应该说是跟他见面方便，然后我就去这个国家。你的事业是什么事业？一年挣多少？就是马上转行是做晶晶，然后一年大概现在也不知道，反正预计的话会是在100吧。那你这个事业，你原来呢？原来一年挣多少呀？以前一年的话也能挣个50。那我觉得啊，现阶段来讲的话，肯定还是以这个男的为主线。把你的金饭碗先抱到手里来，同时在也不错过生育年纪，然后也能抱个金饭碗。你后面这个什么经济行业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随时可以做的。这个也有年龄限制啊。然后呢？不是说随时随地，如果说 DIY 的话，其实最起码也得停3年，再想返回职场还是有点难的。那你进职场搞3年，你再想抱金饭碗可抱不着了。好的，你快40岁了，你再想抱个金饭碗可抱不着了嘞。那也不要管，就是这个金饭碗它是什么复杂的家庭情况，它是什么情况，都不要管哈，就只管我自己。的呀，没意义的啊。好的，我知道了。好，就这样，拜拜。空姐一年应该没有50，空姐怎么可能一年有50啊？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什么别的岗位啊。那小助理打喷嚏，那影响到我直播了，那我肯定得让他坐远一点的。他在旁边打喷嚏，跟搞配乐似的，那怎么行嘞？我还说，哎呀，你怎么啦？你没事吧？不搞这套行不行？大家都熟人熟事的。真的是，你们就是各种同情心泛滥，也不知道你们有啥好泛滥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然后没有学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连麦啊！来下一个，我们就这性格，有什么说什么。Hello， 你好。Hello， 能听到吗？可以，你说。我现在就是目前的情况就是，我不知道该和这个男生发展，还是应该就是继续去关注自己的学业和事业。然后我和这个男生是大概10年之前认识的。那个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也就16、17岁，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20岁左右，然后他那个时候在大学，我那个时候在高中，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兴趣爱好认识的，然后一直就是有联系，然后做朋友，然后后面的话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出国了，大学的时候，然后我是很喜欢他，我们2个人也很聊得来，但是我是一个不会认为就是有情就可以饮水饱的人，也觉得有这些现实的障碍因素，你是不可能去跟一个人去谈恋爱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到大3、大4之前的时候都没有想过要回国发展或者怎么样，所以就一直没有跟他谈过恋爱。
然后到大3、大4的时候，我想要毕业之后回国发展，所以那个时候就相当于跟他谈过。但是到我大4的时候，家里面出了一点事情，那个时候就相当于我单方面的跟他提了分手，然后我回到美国继续就是去完成我的学业，然后去说快一点，在这边发展找个工作。然后目前的情况就是他现在又来找到我，就是那个时候是19年，现在已经是22年了。这个男生目前又找到我，就是当时我跟他分开的时候没有跟他说，是因为家里面出了这些事情，所以他现在想要知道，就是他现在很想让我去回国内，然后去跟他结婚或者怎么样。他条件怎么样嘛？但是他条件挺好的，就是。那你的疑惑什么？你纠结的点是什么？我现在纠结的点是我应该继续留在国外，因为我现在在国外的发展也还可以。我现在纠结的点是，我不知道是该回去还是该继续留在这儿。在国外的发展怎么个可以法？说来听听。我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是，大概1年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收入在100左右。然后目前也申到了国外的 PhD， 继续申请的话，应该是要在，肯定是比这个更高。然后他的话，你说清楚一点，他的条件说细一点。他的条件是他现在想要我回国，所以他的条件，我问什么答什么，他的条件。怎么就什么算他的条件？他的家庭条件，他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的话，大概现在的话应该是500到1000一年吧。那他家里呢？然后他想让我回去，他家里面，就是也是挺。那他这种条件你琢磨啥？你肯定跟他结婚去啊！这完全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东西。他现在非常想让我跟他回国结婚，然后那就赶紧回国结婚。他还给我，但是我自己没有但是，因为我跟他在一块并不看重他的经济条件。那你不喜欢他是不是？我是挺喜欢他，但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就要放弃我在国外这些年所有的发展，回国呀。你回国再发展呗，你让他每一年把你现在的收入水平补给你，不就完了吗？然后你回国再发展。他现在是这个意思，但是就觉得很什么呢？你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你要不想结，大把的人等着结啊，无所谓啊。你要非在国外当什么奋斗大使，那你就奋斗也没问题。但是我的建议是回国结婚，让他把收入补给你，你继续回国发展，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他也给我提出了这个意愿，说想让我回去，他把这些都补给我，然后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好的选择，是非常好的选择，非常好的选择。OK， 好的，好吧，好，就这样啊。好，拜拜。我算是不能等着你们聊，我算不能等着你们聊吧，一个世纪都聊完了，那个重点都没聊明白，都不知道重点在哪儿，只是从恨不得从2个人玩泥巴开始说起，说半天说不到重点。我不看重他条件，但你看重什么？你总得看重点什么吧？不看重条件，那一点都不喜欢，那就不聊了。那你聊什么嘞？我说，当你你看着一个人，你觉得一点都不喜欢的时候，那你是不看重他的条件，因为你啥都不想看，对吧？那就没有聊的基础了。你又喜欢他，人家条件又好，人家又能把你的收入各方方面面的 cover 掉，你还在这琢磨，还在这纠结，你等什么？黄瓜菜都给你等凉了。现在的这个年纪已经是最黄金的年龄阶段了，知道吧？你过个2、3年可没有这么好的事儿了。你自己家里又家道中落，对不对？你自己勤勤恳恳的努力，哎呀，奋斗的拼的要死，搞了个100万一年，你啥时候才能做到别人那个水平啊？对不对？
算个账啊，我们就是算个明账，不存在搞那些情绪流，知道吧？我们就是算明账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宝宝加个粉丝团，然后没有看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想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来下一个。总有些女孩子觉得我不受嗟来之食，我要努力奋斗，结果嘞，你奋斗来奋斗去，你靠奋斗跨越阶级，你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呀？你靠奋斗跨越阶级，这可不是，这都是人中龙凤才能干得到的事情哦，知道吗？绝大部分的人还是靠婚恋跨越阶级的靠谱吧。Hello， 你好。琪琪能听见我吗？可以，你说。琪琪你好，我首先想夸一下你，我觉得你今天的耳环特别好看，我一直在注意你的这个耳环。然后我也是一个学生，然后也是前几年有一次在小红书上刷到你，然后我当时觉得你整个人的状态就特别的积极。好，首先啊，不要说平台名字，啊。好，然后我就直到现在我就鼓起勇气和你连了这个第一次麦。然后我想介绍一下，我现在是24周岁，就是98年12月底出生的。然后我是1.6米，然后95斤，然后长相大概在6.3分，然后就是一个江苏的普通的县级市，然后父母是体制内的，就是人民教师，就普通的教师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我的本科是在省会的一个知名的财经院校念的审计，然后这是当时父母为我选择的一个道路，但是我不太喜欢这个。我在毕业之后去了德勤和毕马威实习，然后实习完之后我义无反顾的去选择跨考研，考上了播音与主持的艺术硕士，然后现在就在读播音与主持的艺术硕士研2，然后研究生2年级。然后我在那里遇见了我现在的导师，就是因为我们的导师分校内的和校外的，我选择了一个校外的导师，然后他是我们现在这个江苏省会城市艺术学院的一个博士生导师，因为他离我很近，所以我又选择了他。然后我们学校的是3年制的专业硕士，1年半有课，1年半就实习了，所以我现在相当于学校的1年半已经上完了，1年半就准备实习啊，找工作，就忙自己的事儿了。然后我现在就有一个疑问，就是因为我本科学财经，研究生读播音，就是因为我一直有一个当播音员与主持人的梦想。但是我跟我的导师说过，我的导师也算是江苏范围就是最大的咖，就是相当于这里的什么泰州台、扬州台的这些主持人都是他手下培训出来学生。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其实就是普普通通很单纯的家庭出来，我如果不想被就是各种规则或者关系，然后我又不想这种各种人脉上位的话，他建议我去考公务员和高校里面进高校做辅导员，或者最后再读一个博士，然后再做一个高校教师，就是播音的教师，或者这是导师给我规划的路。他就觉得我去电视台或者就是我奋斗不到那个上镜的主持人的角色，他就跟我说70%到80%就是都要有后面很强的人脉和关系。然后我就现在就第二个是因为我已经24周岁了，我的年纪也不小了。然后其实我父母是离异的，我是一个很渴望有家庭，然后能够通过婚姻有自己一个美满的家庭，同时能够把我的收入往上带一带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就很纠结，在这样的一个1年半的时间内，就是到我明年的9月毕业，我这1年半的时间我是放弃社交，我全职用来考公务员。然后我就想目标是在这个江苏的省会考上一个公务员，留在这儿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还是然后就是同时在这个时间，就是我父母有找关系让我在省台，就是这个江苏的省台和南京的市台可以有一个实习的机会。但是省台跟我说，就是你要留下来的话，你要985或者211，可能你留不下来。但是我的意思是，我是如果要考虑到我结婚的因素的话，我是现在考公，还是说就像我导师那样放弃我做播音员和主持人的梦想，还是一边实习一边去在当地去社交，然后寻找一个男士能够跟我匹配到什么样的一个家庭？首先什么主持播音的梦想有点扯，好吧？我告诉你，现在电视台都快发不出工资了啊！你们的那个梦想就是一个已经快发不出工资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梦想这个平台是不是需要更改一下。
你学经济行业，你自己做播音主持，口条好，你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自己琢磨琢磨自媒体，我觉得还是有点小出路的。还有就是你要寻求差异化竞争，才能够把你自己的价值最大化。你老师说的那条路径呢，对于我来说太平凡，就是我看你老师给你设定的这条路径，我觉得有点太平凡了，就是很难博到什么大的收益，也很难让你的经济水平往上去拉升。那你现在的这个年龄呢，其实如果是去找非常优质的婚恋对象，其实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我倒觉得你让你的导师给你多介绍几个对象，我觉得这靠谱。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进那种就是政府单位里头，比如说给他们做活动，或者说给他们做一些这种像什么年会啊或者什么，你经常去帮他们开会啊干嘛的，你去主持这种东西，或者是到经济行业里边，到赚钱的行业里边去。然后用你的这个主持的这个叫什么特长，然后呢，经常能够在那种企业里边寻求露脸的机会，让更多的大佬能看到你这张脸。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让你接触到更高层面的人的这种路径。然后寻求婚恋路径肯定还是更靠谱的。明白。那这个路是相当于是我的副业吗？就比如说自媒体啊，然后这个去主持，这个是我的副业，我的主业需要去考一个正式的单位吗？就是因为我妈妈总是跟我讲，我建议你不要搞那个什么公务员什么这个那个的。在我的概念里，我是觉得没有太大必要啊，也挺费劲的，真挺费劲的。就是我妈她，因为她就是县城的人民教师，她总是跟我说，女生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稳定的工作，然后人家结婚时首先就要看我的工作怎么样。那是因为她说的这种结婚结的也是个普通的婚，结的也就是个所谓的门当户对的婚。那我觉得你能够播音主持又学经经的，你本身自己的脑子里的容量就比学播音主持的女孩子脑子里的容量要大。但是呢，你对于学经经行业的女生来说呢，你的口条比别人顺，那这两者在一起的话，其实它才能形成你的核心竞争力。但是你所谓的走那个路子，什么什么搞个公务员什么这个那个的，你在里边不就很平凡吗？就是一个圈子平台方方面面，也就是找一个所谓的门当户对啊。明白了。我跟你讲的是向上择偶。但是他们跟你讲的是门当户对，你知道吧？那个东西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去那么还去设定路径去完成它的价值，没有。明白。那我如果走那个路，就是有多大的可能性？只有我自己去实践才有可能吗？因为我觉得也不是那种，我肯定还是觉得要到能挣米的行业里边去。能挣米的行业，它能够给你的生命带来富足感的同时，能够把你自己那个自信带出来，然后再加上你还有点小特长，还有点就是经常露脸的机会被别人看见，那这种时候别人来找你的层面就容易高啊。明白。然后如果在城市的选择上，就现在选择南京还是去上海，会这个有很大的差距，就是很大的决定性因素。我觉得如果是要择偶的话，南京可能好一点吧。择偶，明白。对，上海太卷了啊。好的。让我想想还有什么，一下给我整不会了。那我的年龄和家庭就我觉得挺普通的，会有在向上择偶当中会给我造成这样的限制吗？就是不是，关键是你有，我说了，你有特色嘛，有差异化竞争的点嘛，你肯定不能拿着你的家境出去跟别人拼啊，那有啥好拼的呀？对吧？你说你是唱女低音的，我非跟别人拼高音，那不多少有点有毛病。明白了。那有就是说女生要在25周岁之前结婚会比较好吗？就是我要着急在1-2年内就匹配到，就迅速的去匹配。那肯定啊，还是说那肯定啊，2年之内啊。好的，在2年之内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好的，谢谢曲曲。拜拜。好。他这个老是有回声，费劲死了。
真的，因为我知道的有一些女孩子就是这样的呀，学播音主持干嘛的？你除非啊，你以前电视台好的时候，你要在电视台里面能做到花旦的级别，那是的，那永远都是你挑别人的。但是现在第一啊，本身电视台它都已经好多电视台都发不出工资了，你们知道吗？效益不行，现在是短视频的天下，你想做主持人，你在短视频上一样能做。你们有看那个吗？有一个叫丸子妹妹吧，有个叫丸子妹妹的一个女孩，你们有关注过那个女孩吗？她就是长得很漂亮，然后很甜美，眼睛大大的，然后讲财经。你信不信她把她那个号做起来？你信不信他那个想跟他结婚的男的已经就是从北京排到上海，恨不得要从中国排到法国，你们信不信？你们信不信？对吧？他这个就是我说的呀，走差异化竞争嘛，对吧？她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然后讲话又甜甜美美的，哎，做经济分析方方面面的，哎，又还讲的还是挺是那个事儿，关注这些信息的本来就是男的居多。是不是？那你说你但凡你不用像他那个量级，你说你自己做个号，你就讲这些东西，你不用很多，你做个号起来，你就做个什么1-2万粉丝，好吧？做个几万粉丝，这里头的男的不够你挑的，真的是。从早上醒过来挑到晚上睡着都挑不完，他私信都给你发炸掉，你信不？你这个流量入口一打开，肯定不一样了呀，是吧？像他们那种号，这种能把这种号做起来的这种女孩子，绝对那种优质的男的，这是真的从北京排到上海。你一看，哎呀，又漂亮又年轻，又有脑子又有智慧，那绝对优质男一箩筐一箩筐的，你信吗？真的，我早就看他那个号，我就心想，这号那这吸的全是优质男。真的，他们那种号吸的全是优质男，你们不用说什么做很大的一个号，真的不需要，一点点就可以了。再稍稍的开个直播呀，干嘛的，对吧？跟人稍微交流一下，然后你自己做一个，他们肯定也是在行业里边有工作的人嘛，对吧？肯定也是在基金行业本身就是从业者嘛。你在基金行业里面做从业者，然后讲一讲自己的行业认知，然后在这个上面，在集团内部，在行业内部，然后用你这个主持的这个能力，对吧？哎，上会，上活动。给大家组织活动，哎，开年会的时候上去主持干嘛的，多好，多少人能看见你，是不是？你这不就被看见才是被选择的第一步？大家把这句话给我打在公屏上，被看见是被选择的第一步，知道吗？你的流量入口开了，看见你的人多了，自然选你的人就多了。对不对？基数大了，什么样的优质的人你找不到啊，对吧？所以不要琢磨那些顺着走的这种事儿。你好好工作，考个公务员干嘛的，那你到时候还不出去对碰，你也只能出去对碰的，要不然呢，你还能在哪里去认识人呢？不是一样的吗？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先点波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你们想想看啊，那些明星嫁入豪门的明星，难道生活当中就没有跟他同等量级的美女吗？就没有了吗？不是啊，别人多的是那重光环呐。可是光环是什么呀？光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光环的本质就是在于你站得够高，看见你的人够多，对吧？所以很多人他就要去争抢，他才能抢得到。你再美，你再长得再好看，身材再好，你丢到普通人里头跟大家混成一坨的时候，那些厉害的人看得着你吗？看都看不见你，你怎么跟别人链接啊？对吧？来，下一个来。网红当然是光环了。Hello， 你好。Hello， 你好。连上了是吗？是的，你说。喂，能听见吗？可以，你说。
我的故事很普通啊，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个对象，他家里人最近开始催婚，我跟他俩谈了有2年半了，他家人最近开始催婚了，希望我们在今年能够就是把婚事办一办，但是呢，我心里就是还是有点犹豫，我的主要问题呢，就是说从结婚的角度去看的话，他的家庭和自身条件还有性格和我是不是能匹配得起来？因为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啊，包括我父母啊，他们的声音主要就是讲我年纪大了，31岁了，我跟那个男孩是同龄的，都是31岁。就是说年纪大了，就是希望我尽快也就把婚结一下了。我先讲一下我跟男孩的那个家庭和个人条件。我们俩现在是在1线城市，然后5年内的话，因为我们都是在普通的企业上班，5年内的话，可预期的收入，他1年在35万到40万左右，我1年在15万到20万左右。他家里是农村的独生子，然后父母没有养老，然后我是城市的独生女，父母是国企的员工，然后以后退休的话就是有养老金这一块。他家庭的话没有什么家庭资源，就是六亲不可靠的那种。我的话，我家相对于他家会好一点。然后再说一下我跟他的性格问题。性格的话，因为他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嘛，早年的话可能是过那种苦日子的孩子，所以他生活中比较节俭，比较抠搜搜的。主要表现在就是一个就是人情世故上面，有的时候跟他出去啊，包括他第一次去我家呀，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懂人情世故呢，还是就是明明他知道，只是他舍不得，肯定是舍不得呀，那还用说吗？这还不知道，这有啥不知道的？对，那我可能。我有点自我催眠吧。你们在一起多久了？2年半啊？对。不是，你为啥现在2年半了想起来了？前面干嘛去了？我是那种就是我只要有个人陪着我就行，就是耽误时间呗。有个人陪着你耽误时间就行了。那你对婚姻也没诉求呗？按你这么说，结不结婚也无所谓呗。我希望是能够最后能结婚的，但是我可能就是我有点拖延症吧，在这方面。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讲的，为什么会把人生过得一团糟？为什么人生会被过得一团糟？就是因为从来都不目标导向。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这是很多女孩子的一个问题。这个男的明明他就根本就不能吻合到择偶框架，为什么我要跟他耽误2年半的时间？他是这样的人，你肯定前面半年就能看懂。对，其实大家都是一开始多多少少都能发现一点端倪的，只是那个时候可能我这个人开智比较晚，就是不想走出舒适区，有个人陪着就行了。哎呦，反正有个人陪着，但是从来不想往后走，结果是什么？去哪里？这个特别重要，否则你们一定就是会在走着的过程当中，然后就开始迷失了。就是我常常说的，你们结果为导向，不要以情绪为导向。对，你们的目标感那个光啊，没有把它盯死。所以说，其实你就是漆黑一片的时候，其实在摸瞎，知道吧？对，这个人，你要是结婚，说白了啊，就是这个日子呢，过的就是我们说啪蛋啊，白开水，能不能过？哎，也能过。但是呢，它不为你的人生增光添彩，不为你增加幸福感，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他的那个节俭和抠搜并没有说达到那种可怕的那个地步，就是说我跟他沟通之后，他就是也愿意改变，但是我又害怕他这种，因为人家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就怕结婚之后又恢复这个样子。抠是不会改的啊，抠是改不了的啊，改不了的。抠是改不了的。
抠是不可能改的。好，然后我目前的心态呢，就是我虽然不喜欢他，但是我也31岁了，家里人也说我对啊，这就是我说的呀，拖到现在了，把自己搞得个不干不尬不上不下，不结吧，哎呀，又要找个人从头再来，一晃又是2、3年，结吧，对我的日子也没啥太大个帮助。是。所以我就来咨询曲来，我就是想听听看以后有没有其他的路子。唉，要我说呀，从现在开始啊，真的目标导向，对碰，知道吧？疯狂的对碰，真的是要找结婚对象就疯狂的对碰，找到真的觉得方方面面的能好一些的过得去的，那肯定是优于这个选项的。你这个婚那就是要纯粹是为了结婚而结婚了，是的，对吧？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你要是觉得哎呀，我实在是我也就是这么个人，反正我也就懒，我以后也就这样了，反正我们也就是过了个小日子，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就这样吧。这个婚能不能结呢？他也不是不能结，硬着头皮结呗。因为有多少这个世界上80%的人，这个婚不都是这么结的吗？我就怕如果以后结了婚的话，最后还是搞不好。但是那万一又有个小孩子，我怕那个时候可能情况更难解决。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吧，他也不是说糟到那个份上，因为本身你对这个男的的依赖性其实就不强，你知道吗？你对于他的依赖一直以来其实只是一个陪伴上的东西，但是并不是基于你对他的经济上的依赖。你不用说因为结了婚我要去跟他索取更多，你就停留在现在这个情况下面，他反正呢他也不会完全不付出，他也就是正常付出，这日子也就是个普通过法，只是说这种日子他不会给你的生命增加就是做加法，就是这样，他不做加法，你对他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面呢，反正就是日子就这么将就是过，就是这个意思。是的，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过了这个圈，我再去找其他的，我就不知道我该对，像我这个条件，因为我的家庭就是导致我的性格比较自卑，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条件就是应该能找一个什么样的条件的，就是门当户对就可以，但是还是收入起码都能上交吧。你听你的话吧，这个挺重要的，普通的家庭嘛。那你觉得他不合适的最重要的点，只是说他抠或比较节俭这一块，还是说他有没有还有其他的问题？主要就是这个问题，而且他自己的家庭实在也是一点劲都使不上啊。你好歹还是个城市的呢，对吧？实在太使不上劲了嘛，说白了。但是他目前在2线城市，他也有房有车，只是房子有贷款。你刚刚说他年收入多少？你年收入多少来着？他现在年收入是1年35万到40万，我的话是1年15万到20万。那你让他把收入上交呢？能做到吗？这个问题我跟他上个礼拜我跟他聊过了，我说如果要结婚的话，家里经济大权肯定是在我手上，你银行卡什么的要上交，他同意了。那行吧，那你就先这样吧，你就先接吧，我觉得想办法把日子往好了过吧。就是说别折腾了。对，想办法把日子往好了过。然后呢，也没有必要在婚后去铺张浪费，也没太大必要，因为这个一定会成为导火索的，好吧？还好，这个问题还好。好吧。好的。我想问一下，如果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男性的一个，比如说男性的外貌啊、身高啊，这个在婚姻当中是不是最重要？就是是不是一个要考察的一个点？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有的人考察，有的人不考察，好吧？就因人而异，你吃得进去就行。好，就这样啊，拜拜。好，谢谢。也不是什么东西都劝分的，哎呀，他收入能上交，我跟你讲，他们的卡点会在哪儿？
他的卡点会在，就是这种人生，他的卡点就是会在，虽然这个男的米给你了，但是呢，你并不能够很舒服的去支配他，懂吗？他卡点在这儿。就是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上跟他的这个价值观呐，是分开的。如果说你把米拿过来了，你说米拿过来了，我想怎么花怎么花，哎，我要买什么买什么，他就没问题。但问题在于他给你了，他只是放在你那保管，他会对你的消费行为看得很不爽，你明白吗？他就觉得如坐针毡。你要是把米花在了他不认可的地方上，他就会如坐针毡，这个就是很容易发生矛盾的地方。反正你就是这辈子第一报假账啊，生活要想顺，学会第一个技能叫做报假账的技能啊。再就是他不想让你花的东西，你不要让他知道。知道吧？千万不要试图把这个事情变成什么，就是让他最后顺应你的这个消费习惯，那你那个日子就过不明白了，知道吗？下一个来。Hello， 你好。喂，曲曲，能听到吗？哎，听得到，你说。曲曲你好，是这样子的，我是从去年开始关注你的，在认识你之前，我就觉得身边的人跟我的价值观都特别的不同，但是我刷到你之后，就觉得你跟我的价值观简直就是契合，然后我就一直在关注你嘛。最近我有几个问题，然后就是说想要跟你连麦来问你一下。等一下，我好像听不见你声音了。我没说话呢。不好意思。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是01年的，现在是在普通本一上大4。我初中的时候家里有事儿，然后有负债，受此影响，我大学一直是半工半读的。我上大学之后就没有问家里要过生活费。现在我是在做自媒体，我一个月大概有6个到8个左右的收入。很不错呀。现在身材长相是8分左右，这个是我的基本情况。然后我最近就有几个关系想问你，我想问一下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的。第一个就是有一个男的他一开始跟我认识的时候，曲曲，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身边好多男生他们都是喜欢看人下菜的那一种，就比如说他不会特别的愿意给你花米，他得看你自身的价值有多少。一开始有些男生他不知道我月挣多少的时候，他就会给我花很小的那种钱。我之前碰到一个男的嘛，他说我一个月给你5000块，你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就是这种。他就是赚你很多钱了，他就是问我，他就觉得是大学生或者怎么样，他就会觉得说给你5000块能不能做我女朋友，我就直接就是无语，你知道吗？然后经常是碰到这种男的。然后最近是有一个，先是我说这个男生 A 吧，他是围城内的，他是在1年前就跟我有断断续续的联系了，但是他一开始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工作，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普通学生嘛，他每次就会跟我见面，然后给过我几笔转账，也就是小千的转账，我当时不是特别买他的账。后来呢，他就经常还是频繁的约我见面，我就想说这个面见也就见吧，也没什么事儿，我就跟他见了，也是希望能够在他身上获取一些金钱的。就有一次见面，我跟他见面之后呢，他就想跟我发生，我就说你这个想要跟我发生的话，你一点诚意都没有吗？你是觉得大学的女生很好骗吗？他说不是的，我没有这个意思。然后呢，我就说，那你下次见面给我准备一份礼物，让我看一看你的诚意。他就说你想要什么？我说看你能给多少。他当时就然后
他当时就从车上拿出了一打现米，他塞到我手里了。然后呢，他就说，我这次没有时间准备，你拿着这个现米去买一个包。然后多少啊？给你多少？2万。对的，你猜的好准。他在车上放的，他妈超过2万他也不会放了。然后我当时就是气氛就到这了，我们就跟他发生了。然后第二次，哎呀，高开低走，真是高开低走。然后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然后我就因为我其实不是特别有经验，我没有怎么跟这种男生过多的拉扯过。然后接下来呢，过了几天，然后他又约我见面，然后我还是跟他见面了。然后接下来这段关系就不是我想走的那个方向了。我们俩发生之后呢，我们俩见面之后呢，我们确实又是发生了。然后他居然又是拿了2来现米给我，对，然后我就不希望这段关系发生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就是不想跟他见面了嘛。我就想说这段关系可能被我自己处理的不是很好，我就不是很想跟他发生了。但是我发现他就是还是对我一直在联系。我发现他好像不是很想结束这段关系，我就想问一下，接下来我应该怎么操作才比较好？这不是情人节了吗？直接要个礼物呗，要个15个 W 往上的，他还不想给，不就正常掰了吗？对吧？是这样子的。对啊。哎呀，你呀，路子走歪了，你完全路子走歪了，你这么年轻，现在又有自媒体的光环，你一个月又挣的不少，你怎么能走这个路子？你搞 low 了呀！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是想走这个路子的。你就应该找个高富帅结婚，知道吧？因为我是在跟你连麦的，我也是在这个平台做博主的，然后但是我不直播，所以说我一般的粉丝都是女粉。那很好呀，不是粉丝，你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啊，你出去你在学校里边也好，或者是你出去认识人的时候也好，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把自己往白富美这个方向打造。知道吗？你们学校里有没有那种你知道家里条件很好的那种女孩子，她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学校里家里很好的女生，我看到的她们就是会在朋友圈里炫富的那一种。我跟你说，她们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对标案例，明白吗？你自己家里情况怎么样？我家里我说我是有负债的。我跟你讲，然后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对标案例，知道吧？你一定要去对标那些家里有钱的小孩，他是什么样子的？你要把你日常的状态、你的穿着打扮，所有的状态要往他那个方向上去 copy。你要把自己往白富美这个人设上面去打造。这样的话，你就有可能获得很好的婚恋对象。但是我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认识到那种特别优质的男生，其实。慢慢碰嘛，你不要跟这种男的搞。哎呀，你一个月也挣不少，你搞这干啥呀？不嫌恶心啊？我不是想往这个方向变呢，因为我本来是想跟他正常处关系，但是他把这个关系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就不是很想继续了。我是这样子的。不是一开始那个2个 W 就不能收，知道吧？那个就不能收，那收了干啥呢？一开始就是首先状态就要上来，你都已经开口开成这样了，我看你诚意，你说你就应该这就是你的诚意啊！你说这个留着吃饭吧，走了，懂吗？那把钱留给他，你说这个就留着下次你请我吃饭用吧，对不对？下次吃饭的预算就2万，懂了吗？反正这一段我就不是很有经验，可能说我搞砸了。那我下一次反正我就是会问他要东西，如果他不给我就跟他掰了。对啊，金贵的关系看没看？我看了，我看了一遍。别把自己搞弄了，好吧？
还有第二段关系是我最近他跟我示好的，他是做那个 OBM 的，这个曲曲你知道吗？不知道。啊，他就是做那个，我想一下啊，我想一下怎么跟你讲，他就是做那个代工自营品牌的，然后呢，他最近向我表达他的爱意嘛，但是由于说我第一段关系做的不是很好，我就先来跟你连麦了。我想问一下，这段关系应该怎么做？他是做 OBM 的，然后他跟我讲过，他家里有3套房子，然后他有一个前女友，他跟我直言，他这个前女友是有一点拜金的，然后他就不喜欢。他是这样子跟我讲的，我觉得他可能是在给我铺垫什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他就是先说这个，然后他就说他跟他这个前女友分手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前女友自己家里也不是怎么样啊，然后呢还跟他要首饰，要一个 Harry Winston 的，其实2万块钱，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昂贵，然后他就不愿意给，然后他又说那个女的跟他要车子，然后他就说他认为学生现在不需要开这个东西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他还是何止啊！学生不仅不需要开车，学生也不需要吃饭，学生每天靠一口仙气吊着学习就完了的，他出门干啥呢？对，然后他就是对我什么？你就应该跟他说，其实学生也不应该跟你这样的人多接触的，因为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那我就是很对他这种，我觉得可能说他已经不是皇帝男那种标准了，我就想但是他现在项目还做得还不错，我就想如果我跟他交往的话，我应该怎么开这个头？根本就不应该开这个头。我不能开个毛的头啊，不配，好吧，他不配。他不配。好吧，是这样的。那我还最后一个问题还能问吗？不能问了。好吧，好吧，谢谢曲曲。你们不要把个路子走歪了，好吧？自己都已经挣到1个月6、7万了，还在那搞这些什么，还在这聊什么？哎呀，2万，我就觉得他拜金。哎呀，他是学生，还找我干嘛呀？这种人你搭理他干什么？有必要吗？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有的时候就是原生家庭给你们约束了，知道吧？女孩子会赚米的女孩子一定要会花米。不要，我跟你们说，我就没见过那种就是抠抠搜搜的人，他能够爬得很高的，真的。尤其是女孩子，人在任何阶段的时候，除非你今天已经到了就是身家过10亿了，那不了。任何阶段的时候一定要包装自己，何况你也不是过度包装啊，你本来就是挣的这么多呀，对吧？你身上的所有的配置要跟上，你的消费水准要跟上，否则的话别人就是会低看你一头的，知道吗？你可以每天就只穿白 T 牛仔裤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穿白 T 牛仔裤是什么？就是我穿白 T 牛仔裤，我今天出去我要去吃个牛排或者吃个什么的，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要去吃的。你们看那个叫什么，那个大 S 之前不是扯完快乐镇他就跑去吃那个白松露吧，他一个人不是疯狂的跑去吃那个白松露嘛。女孩子不要挣了米以后还抠抠搜搜的，知道吧？格局要打开，要敢花。男人就是这样的，他看到自己敢花米的女的，他就不会抠了，因为他会觉得他在你面前他会抬不起头，知道吗？因为你自己都能满足自己的水平，就像他说这个话，就是他觉得人家家里没钱，不应该买这种东西。但是如果你自己有呢，你自己也买呢，那概念就不一样了，对吧？就算我自己挣不到或者怎么样，但是追我的男的也都是带我见过世面的，喜欢过我的男人，我交往过的男人也都是带我见过世面的，对吧？你达不到我的标准的时候，我可以选择跟你做朋友啊，对不对？为什么我要跟你2个人暧昧呢？我有什么好跟你暧昧的呢？一身水货行吗？不行。我跟你们讲啊，我这个人我是顶不喜欢就是说别人的什么一身 A 货什么这种，我不懂。我说实话啊，就是我在网上我看那么多人说什么别人都买 A 货，我真的不懂，我真的搞不懂。
我身边的，反正我身边认识的有米的，没有的，没有这样搞的，真的没有这样搞的。我可以穿有设计感的东西，我可以穿质感好的东西，我不一定非要穿大牌儿，你懂吗？我干嘛非要穿大牌儿呢？但问题是我为什么要买个假大牌呢？这个事儿我是真的不理解。你可以体现你的品味啊，对不对？有钱人也不是都只买那些什么带 logo 的东西的呀，对吧？那不带 logo 的东西季季他都换，你也不是谁他都能认得到这个款是哪个牌子的呀。但是质感你要在线呐，要有质感呢，是吧？啥名媛穿 A 货呀？我真名媛我没见过，我真没见过。我认识的条件好的女孩子，不管是什么情况出来的，人家可以买一些小众设计师品牌，对吧？她觉得能彰显她的品味，但是人家不可能搞个 A 货。我跟你讲，你们说的那些 A 货肯定还是带 logo 的，那不带 logo 的那 A 货谁买呀？是不是？别人谁为了薅个 logo 在身上去买 A 货？我真的是搞不懂，好吧？我真的搞不懂。拼多多名媛们那是，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我今天这个衣服也还蛮好看的吧？我今天这个衣服也是我们带的哦，你们可以到圈圈里面去找，待会儿可以到圈圈里面去找，这个衣服也还挺好看的，是不是？来下一个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然后那个想要看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啊。开到我们下一个 ，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琪琪你好，你好，你是哦。然后我今天就是想问一个关于人设的问题。然后我自己的条件是我95的，然后坐标4线城市英硕，然后我现在在当地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中学里面当老师，然后这边就有一个然后我单位里面一个姐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然后这个男生大我2岁，他们家的话是就当地比较出名的，就有几个小目标。然后在8月底的时候我们大概见了6、7面，然后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给我讲他前女友，就说他前女友挺奇怪的，然后但是就是家里特别反对，就是因为是单亲，然后他那个前女友性格确实很就是我的情况我也是单亲，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如果说他爸都这么讲了，就是如果说到时候再谈就是临门一脚再就说不行的话，我就直接讲了，我就说我爸妈也就其实也离婚，但是以后我们就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没联系，然后2个月以后他就又开始联系我，然后就约我出来，然后最近的话就开始每次就和他的发小还有他发小的女朋友一起。Hello， 听不到了。不是应该就是如何把这个喂？如何把那个人什么？喂？听得到吗？就把这个人设就是怎么说？我能听得到。延迟，你重新连。延迟，重新连。你看，这一看就是老粉，这一看那就是老粉。金鱼姐姐说还没到那个点说啥那个事儿，对的，这一看就是老粉。这是我们的知识点，对吧？再重新连一下。不过我知道会有一些海外留学的2代，手上没啥子儿的，会买 A 货，确实会。我知道有一些2代在国外的时候会。喂，琪琪听得到吗？然后我后来我感觉也说的早了，但是他那个时候我感觉就是他已经就是在问我了，我感觉我当时如果不说的话就是完全在隐瞒嘛，所以我就说了。然后这次我们就又开始见面以后，又就不小心带到了这个问题上。但是他之前因为听我说话啥的，就是我可能性格也还好，他就觉得我就是可能还比较坚强的呀，就是没受到什么太大的冲击。
然后我就想说，这次的话，如果再不小心谈到家庭的话，我如何圆我父母的那块的事儿，就其实不是重点呀，你圆那干啥呀？你那有啥好圆的呀？这都是个既定事实的东西，有什么好圆？就少聊，有什么好聊的呀？不要聊呀，聊啥？他就有的时候会问我说，好，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现在不是断联2个月嘛，然后断联2个月我也接触其他人了，然后他一直想见我的朋友，然后结果因为前2个就是我自己就是跟他没有联系的时候，我就突然带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就是随便见面的那种男生的关系，然后我就把那个男生带到了我朋友面前，然后我在什么 ？Hello， 肯定不是我的问题啊！我今天不是我的网的问题，我的网今天好着呢，蛮好。Hello， 听不到了，说了个啥呀？这是。再重新连上来吧。悲观主义者正确，乐观主义者前行。刚刚有人说让我把这句话重复一下。sorry， 我这块网实在是对，然后就是说我不要再聊这个事情了，是吧？你还有什么问题？好，那见我的朋友，然后我这个朋友那边，然后他特别想见我身边的朋友，然后我之前那个朋友就有点那个什么，就然后带他们去见了其他人。下次再连吧，给你留5分钟。对，然后我朋友现在来下一个。网不好换网啊。Hello， 你好。你好，小雏菊。小雏菊说话。下一个。Hello， 你好，呱呱。呱呱。那个你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好，不好意思，你吓不到我了。好，曲曲你好。你这太吵了，你这在哪儿啊？太吵了。我在商场，我没想到这么快轮到我，要不然我现在好，你等会儿再连吧。什么呀？这都是啊。对，我说悲观主义者正确，乐观主义者前行，所以我不在乎它正不正确，我只在乎我进不进步。我们常常说我们就是一个不讲对错，只讲利弊，也是完完全全契合到这个价值观上面的。我们就是要做一个非常乐观、充分乐观的人，知道吧？Hello， 你好，你好。Hello， 你好。哎，你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谈了3年呢，就是在围城内的，然后就是他这个人嘛，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在外面会一直有那种，就是那种关系，这个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因为之前呢，就是我没有太敢跟他就是闹掰，因为之前没有买房，然后今年是12月份我们把房买了之后，然后我又发现就是他跟一个女的在一块儿3年多，然后保持的是那种就是PUI 的那种关系，并且就是玩的会比较花的那种，然后我就
就跟他就是提分手什么的，就跟他闹。就是前几天分手了，然后分手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讲的是，以后他还是会每个月就是给我3W，然后这样子，意思就是我的月供啊什么，因为房和车的月供，他还是会继续给我。并且就是这个月他也做到了，但是就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就这么结束了吗？还是你怎么想啊？你自己怎么想啊？就是我是在想，就是他这个人吧，就是对我很不错，而且就是他最近几年也是就是钱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在钱的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他能给我买房，我是觉得还挺感激的。但另一方面就是他这种玩的太花太恶心，我又就是接受不了这种。你多大了？我27了。你现在不挺好的吗？房子也买了，也可以掰了，也可以再往下一步了，找结婚对象了，有什么问题呢？这个事儿你现在接受不了，你未来难道就接受得了啦？也是啊，就是其实我也想走的是这一步，但是那他会不会觉得说，就是我这个人，就房子买了，我就可以硬气了，怎么这样子？你这不是事实吗？这觉不觉得？他觉不觉得又怎么样？他觉不觉得都改变不了，这个就是事实，对不对？我就是房子拿了我才硬气的呀，这不是废话。但是你说后面如果他以后不给，就是每个月的房贷的话，他只会给一段时间，他不会一直给的。对他的意思就是他会给个1年，然后我说 OK 没问题，这样子。1年已经算很长了啊！他如果真的能给到1年，我都敬他是条汉子，真的。就是其实因为我之前确实对他挺有感情的，因为他就是也有可能会离婚嘛。就我谢谢你啊！对不起 ，sorry。就是那我现在就是可以就转身就走这样子是吗？有什么问题？你自己不想走，你就别问。我就是还是有一点点舍不得，因为还是挺喜欢他的。那你就跟别的女的一起呗，对不对？好姐妹手拉手呗，那怎么办呢？好吧。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在一起住呀什么的，他的那些东西我要不要给他？就很多很多东西，我要不要给他？还是说等到他来联系我这样子？没有区别，值钱吗？值钱你可以扣着，不值钱就可以还给他了，好吧？那就不给了是吗？我咋回答的呀这个问题？那我可不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跟他掰了以后，然后我就是该做我的，就是掰了对我好，对吗？就是2个选择的话，是不是掰了之后对我会好一点？你挣不挣钱啊你？我挣钱。你1个月挣多少？之前因为就是还挺够用的，然后后来因为之前是开店，然后后来的就是因为疫情，然后我就上班，1个月就7、8千这样子。他一共给了你多少？前前后后？3年半应该有个200吧。小地方吗？你们？一线西安。西安算1线吗？西安应该不，我不知道啊。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程度，找个结婚对象，找个1年挣什么30万呀，什么这种的结婚对象也挺好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吧？这男的这个付出水平也就这样了呀，也很一般嘛，又不能带你跨越阶级，对吧？还不如找个结婚对象呢。OK， 那我明白了，谢谢，再见。再见。我怕引发什么地域这个纷争，所以我不敢讲话。你们说是1线就是1线，我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我说了的呀，所有的不清不楚的关系不能带你跨越阶级，没有任何价值。拿了200了可以啦，哎呀，也给自己挣了点嫁妆了嘛。挣嫁妆是干嘛？挣嫁妆不就是为了嫁人吗？挣嫁妆是为了干啥呀？挣嫁妆不就是为了嫁人吗？要不然呢？200可不就是你的个嫁妆吗？是不是？不就是你一个嫁妆吗？要不然你1个月7、8千确实找不到挣30万的。
但是你一个月7、8千，但是你有个200万，你有个200万的嫁妆，我觉得还是可以勾一勾啊。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大家不要这里搞地域黑啊！不要纠结于这个城市是几线城市的问题，好吧？那个没有学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个圈圈的入口。来下一个，连麦今天还有名额吗？排满了，今天不要送了，不要送连麦礼物了啊 ！Hello， 你好，曲曲你好，我有点紧张。那个我也是那个金贵的学员，然后一直在关注你。然后我有一个大问题，有一个小问题。然后我先描述一下我的个人情况吧。我今年是39岁了，然后身高是1.75米吧，长相大概就是8分，就是还行。然后我是在一个什么？39岁。对，39。好，接着说。年龄有一点点偏大。接着说。我声音有点小，不知道为什么。你把听筒声音放大呀。我放到最大了。你接着说，听不到吗？听不太清楚。重新来。听不太清楚，那肯定是你们的问题，肯定不是我的问题啊。Hello， 你好 ，Hello， 说话 ，Hello， 前面送了连麦礼物的，你们就排着等一下，然后没送的就不要送了啊。你跟他们那个做录屏的都说一下，让他们以后但凡是我讲我身边的朋友的故事，让他们不要再录屏了，不要把我身边的朋友的故事录屏剪出来，要不然我都不敢讲了。每次我也没点名道姓，但是每次还是会再把它连下来。我说的都已经很宽泛了，其实是不可能知道是谁的，是不可能知道的。只是说圈子里的朋友就是会那个，其实是雷同的故事有很多。我上次讲了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女的故事，结果后来有一个女生跑来问我说：“哎，你说的那个是谁是谁吧？”她说这个事儿我也知道。我说不是啊，真的不是那个人。就是很多故事其实是就有相似的地方，你知道吧？很多人其实他们都觉得只有他自己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其实不是，好多人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Hello， 你好。啊，我连到我了。就是你好，然后我讲一下我的情况。然后我是3线城市，然后98年，然后是211本科，然后现在在读研2。然后我就是在你的那个看了你的视频之后，然后我就觉得寒假就是有点闲着没事儿嘛，然后我就去做了直播。然后我的长相的话，应该是就我是学艺术的，长得就可能还行吧，然后个子也有个1.7米，然后。我播了1周，然后遇到2个围城内的，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很强烈的想要跟我见面，刷了大概有不到5万吧，就是有一个多一些，还有一个少一些。然后那我觉得就是我目前的想法就是不太想见，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是真的他们刷了很多之后见了之后，那后面的关系要怎么推？不要见，刷几个子儿啊就开始见面。好好播不行吗？行。然后我再讲一下我的就要见面的5个 W 就见面的，听不得啊！一听我头发就炸起来了。
还有就是我讲一下，我没有什么情感经历，因为我谈的恋爱都是那种就是像你说的那种没有都是处于灵魂精神层面的那种，所以我就觉得那后面我还有就是我现在还在接触一个同学，然后就是两个人相处比较愉快，但是那种关系的话就不太他不是特别愿意给我付出礼物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在一起相处比较愉快吧。然后那个同学也算是富二代吧那种。啥级别的富二代？有个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反正那我讲一下我的情况吧。我们家是就是在3线有1套别墅，然后3套房，就这种。他家呢？他家应该比我好吧？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对，不知道。那你有啥问题啊？就是我想知道，就是之后的话，就是我如果就是真的会去跟这种围城内的关系搞在一起的话，那我大概就是他要给到我怎么样的东西，我才能就是去搞这种。你家的房子加起来一共有多少钱？1500吧。不是，你多大了？98。98啊？想拿青春换米米。是，我是挺现实的。想拿青春换米米，你想跟别人好的话，你要做主播，拿100万做门槛吧，好吧？好。行，那我知道了。好，谢谢曲曲。对，我还没说完。那个就是我现在就是还是出厂设置嘛，然后我现在年纪也不小了，那我就是要不要就是正常的话，我应该就是大概多久，如果我没有找到合适的，那我应该就是最快也不是最快吧，最迟什么时候应该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28几岁啊？28不，98年几岁啊？24啊，2年吧。好，谢谢。好，再见。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找个米多的男的结婚还是比较划得来的。2年之内找个米多的结婚，人家就能付出很多。很多男的还是蛮在意这个事儿的。你要是个原厂设置，长得又漂亮又年轻，那他还是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很多男的都是这样的，你年纪大，你是个出厂设置，他嫌弃你，知道吧？但是如果你年轻是个出厂设置，那就是一个极大的加分项，那就是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加分项。那就可以用这个加分项，其实你可以找到很好的条件的结婚对象。如果说你长得漂亮的话，大家没有关注的点波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我们每周直播3场，那个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没有看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个圈圈的入口。来下一个。下一个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曲曲是我吗？是的。非常喜欢你，就是你是智慧和美丽的化身，非常喜欢你。那今天呢，想请曲曲呢帮我判断一下，有2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我现在在做那个 DIY 嘛，那么这个 DIY 的对象呢是否合适？第二呢就是说我是否应该走这个 DIY 这条路？那么今年呢我是40岁，然后资产呢是 A9，然后呢我这个 DIY 的对象呢比我大1岁，是围城内有2个娃的。那么呢我跟他谈这件事儿呢是3年前，那么他呢也很愿意，然后他当年呢就给了我600个 W，但是呢因为口罩的原因就耽误了嘛。
然后这2年呢，我们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呢，我呢对他呢也不是，就觉得他的做事的能力吧也有限吧，就是不是很满意。但是呢，就是说，我父母呢对他呢是比较认可的。那么要娃这件事呢，也不能在他搞的影响范围好大呀。对，然后呢，对，然后这2年就过去了呢。然后这2年就过去了呢，也没有合适的对象嘛。就是说，那我就还是想跟他继续做这个 DIY 的事情嘛。然后呢，去年呢，他就又给了我80个 W， 啊，然后呢，现在呢，我就是比较纠结。就是因为他的资产水平呢，可能比我呢，就是比我多一些，但是也不会多太多，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什么阶级跨越啊什么的。那么我就觉得说呢，就自己就是本来就是比较清白嘛，但是又搞了这段关系呢，现在又是异地，就搞得就是有一些内耗嘛，所以就感觉就是说，就是就是为了这个小孩而为了孩子，就是有点痛苦现在。就是不，但是呢，就是如果不做这件事儿呢，又担心就是老了以后啊会后悔，所以呢，就是想起那个自己去买一个做呗，干嘛非得找这个男的呢？他都让你产生精神内耗了，你有什么非要跟他做的呢？毛病啊！你这又有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你非得跟他搞这精神内耗干啥呀？对，就是只不过就想着说以前的话，就是跟他还是有一段感情嘛，就是然后他呢就是有这种感情反而不好，知道吧？搞得自己蛮累。你又对他有奢望，你又对他对情绪价值有奢望。对，确实是。然后就是感觉呢，就是有很多事情呢，就是可能他能力也有限吧。那么所以就觉得就比较就是觉得挺累的啊，所以呢，哎呀，富婆姐姐，我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任何会让你产生负面的情绪的关系，对于一个富婆来说，都是应该把它消灭掉的，都是应该斩断它的呀。你要这干啥呀？啊？闲的，神出屁来了。实在是没什么东西好玩了，是吧？搞个人来搞一下我的心态，有毛病啊！或者是其实你觉得就是说，如果不选择这个 DIY 这条路的话，你觉得就是如果未来不要，为啥不要啊？这个为啥呀？那你的米给谁继承的？给我吗？这不行。我会多搞几个娃出来的，你放心，我肯定有人继承。干嘛呀？你们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残忍啊？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确实就是说，有时候这个精神内耗吧，然后搞得就是说做事业的时候也是还是会受影响的，就是蛮累的。对呀，你看你自己也是，你也是女强人吧？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哟，对不对？你在这个地方损耗了精力的话，它必然会影响你做你自己的主线的呀。不值当啊！你跟他这拉拉扯扯的，这80个 W， 几百个 W， 说不定你自己好好搞，又就早都超过这个数了又。行，好的，曲曲，我明白了，非常感谢你。闺蜜圈等着你，闺蜜圈等着你啊！好的，我一定会去的。好，谢谢曲曲，感谢。好，拜拜，拜拜。A9就是资产9位数，1级啊，资产9位数就是1级。那可不是富婆姐姐是啥呢？是不是？这富婆姐姐还一天天的就为这些鬼什么围城内的带俩娃的男的在那为情所困啊！这困真的是闲出屁来了，感觉。哎，怎么小鲜肉哪里得罪你了吗？啊，我都替他们感到冤屈，是不是？人小鲜肉服务做的不好啊，还是长得不帅呀、还是身体没咋练呢？你到底咋回事啊？
谁单纯给你快乐的简单的快乐不行吗？咱们就不能肤浅的快乐吗？非要搞那个搞得很深沉的痛苦，你又不当诗人，每天那么折磨自己激发灵感干什么啊？你是怎么达到资产9位数的？你是作家吗？啊，你是艺术家吗？你需要通过痛苦的恋情来汲取自己的灵感，让自己激发创作意识。搞不懂，真的是不需要吧？咱们就是肤浅又快乐就行了，好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然后没有看金贵的关系，没有进金贵的社群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个圈圈的入口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99，你好，老师你好，哎，你好，你说，徐老师，就是我是金贵的学员，然后我非常喜欢你不要动麦，不要动手机啊，好，然后我现在是大3的学生，然后我是属于一个省内1本的学校。然后我就是非常喜欢您，然后想未来照您这个路径去发展。照我的路径，所以我我的路径可复制性有点差了。然后目前在规划路径，然后我现在的话但是家里其实不是很有米这样子，然后家里现在就等于有100W 这样，然后现在考虑要不要读研这样。你多大？是考国内的21。你家里是资产一共只有100吗？还是有100米，有100个 W 的存款？存款吧，不清楚。就因为也不是很多，就等于如果要是去国外留学的话，会花费我们家大部分的这样。我明白。那你要想明白你到底是去干啥的。你要是去找结婚对象的，那我觉得可以。这样能找着吗？包装你这肯定多多少少肯定还可以啊，是不是？把自己包装呀，往上蹭一蹭啊。但是你们如果说是想就是说读书，然后说去好好工作呀，挣更多呀什么的，其实这个路径有点长，那你还不如从现在开始直接想办法创业。那我是想着，因为有一个研究生的学历，会不会以后会更好的去往上找？就是我跟你说的呀，找对象这个路径可以走，我跟你说了呀，找对象这个路径可以走，就是你说你去拿米去读这个书，对吧？包装自己，给自己弄个海归身份，问题不大，因为同学情的话，往往那么看重你家里的条件，往上找一找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那要是如果除了同学的话，毕了业以后在社会上的话，这样的话有优势吗？没有太大的优势，没有太大的优势。社会上的优势靠的就是你的社会经验，知道吧？现在就是什么小成本试错。你如果说想要去走创业的路径，或者说想要让自己以后自己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挣到米或者怎么样的话，那你从现在开始就需要小成本试错，对不对？去做一些很困难的工作。去干销售或者干什么，学着与人打交道，学着空手套白狼，这个东西是未来你能够靠自我发财的路径。那如果要是说想以后去工作是比较多的社交圈的那种，可以吗？就比如说多参加活动啊，然后会展那个方面的工作去考虑。你现在才21耶。你啥时候？但是已经大3，其实我是你准备啥时候工作呀？马上现在大3下学期，然后马上大4，然后就毕业，然后现在就考虑是读研还是说是直接找工作这样。我说了，读研就是择偶，找工作，那么就像我说的，也是为了未来。如果你真的是希望自己能够往上翻财富水平往上翻，对吧？财富水平往上翻，因为你刚刚说你想走我的路径，我理解的是财富水平路径。我理解的对吗？对。财富水平往上翻就这2条路，一条路叫做婚恋，一条路叫做创业。
就这2个路径，没有第3个路径的，没有买彩票这个路径，是吧？你读研就是去国外或者干嘛，那就是冲着就找对象去的。你要不然你要是想未来走创业这条路径，那么你现在所有的动作就是围绕着什么？怎么能够锻炼我敏锐的这种市场能力、市场嗅觉？摸爬滚打，那就锻炼这个东西去了。那如果留学的话，就是去英还是去澳洲的话怎么样？这个都可以。这个英国成本太高了吧？因为澳洲的话，读研的话时间会比英国要长，英国是1年制。你肯定读长的好呀。你要择偶，你不1年搞不定啊，小姐。你肯定是长的好呀。读书就是让你最大程度的能够在那边多待，对不对？你待着在那边抓个愣头青富二代还是有机会的的。那如果要不要考虑以后留在那边，这方面要考虑吗？你这个一步一步的走，知道吧？一步一步的走。好，曲曲。还有就是曲曲，是不是以后就是一定要保留自己的事业，就是不管干什么，就是肯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价值，这样。保留自己的价值感，这个是必须的。价值感它有很多种，有可能是一种能力，有可能是一种财富水平，有可能是一种社交状态。好的，老师。还有就是，如果以后回来的话，是不是最好在城市，还是在一些2线城市会更好一些？不是这么问问题的，知道吗？没有2线城市一定就更好，还是1线城市一定就更好？关键是你要做什么。你的人生是走到那个节点的时候，你再看这去哪个，你要设定一个什么结果，我去哪个城市更容易完成我那个结果，你要走到那个人生节点。就是想的还是要择偶为目标这样子。我择偶为目标，我跟你说了，你在国外就要把这个事儿搞定，国外搞不定，你回来那就择偶这个目标基本上就半残了，就废了。好的，曲老师。那如果说要是说工作以后，然后再读 MBA 这条路径可以吗？为了什么呢？不如这样。为了什么？MBA 是不是也不能找到什么比较优质一点的那种？你的目标啊，搞得太远了，懂吗？没有你这么做目标的，我说了，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对的，绝对的错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当下那一刻你才知道。你没有到那一刻呢。工作了读 MBA 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手上到手有多少米，你自己是个什么情况，方方面面都没到那个结构上面啊。好的。曲老师有没有什么就是专业推荐，就是觉得比较好的那种？你自己本身是现在是学什么的？是学国贸。那还是可以做这个呀，你就往同等方向，哪个方向好进搞哪个方向啊。主要还是能进就可以。对呀，主要是哪个方向能进啊，在你能进的里边能够进到最好的学校里边呢，肯定是这样的。那是不是就是排名还是尽量靠前？肯定啊，越好的学校里面优质的人群就越多啊。但是如果去澳洲的话，可能那边我就怕他们就是可能本科背景也没有很好，是不是也没关系？主要是看他们家庭还好。啥意思啊？你自己啥水平啊？你还嫌上这嫌上那了？没有，就因为自己水平太差了，所以只能往澳洲那边。对呀，你自己首先是自己要生存下来吧。你要找什么呢？你要找100亿身家的吗？那去澳洲留学的怎么着呢？几个亿的还不够你玩了，还不够你看了。好的，老师。还有就是曲姐，如果就是平常的话，如果聊天，比如说一个男生他是话比较少的话，如果你们2个人想比较营造好的恋爱感的话，应该怎么去聊天呢？那1v1吧，多挣点米先，好不好？多挣点米去找老师1v1啊。好。好，姐姐，就是这么多。好，谢谢学姐姐。拜拜。好，拜拜。
还像我这个路径，你咋走我这个路径啊？稀里糊涂的。你们总是喜欢设定一些奇奇怪怪的，恨不得一次把一生都算完。他找我不能找啊，你要去找那个大神，对不对？这种的，对吧？哎，一下子给你把一生都给你算完，把你的手看一看，是不是？然后让你选几张牌，哎，这样的才对呀，这样的才能给你把第10年的都给你算完的，对吧？我们不行，我们的功能就是所有的都就是基于事实做判断。对吧？基于事实就看下一步往哪走，就这样。下一步走的就是上台阶儿，我们这个动作叫上台阶儿的动作。你们来问我的时候，我都是在跟你们想一个上台阶儿的动作，是下一个台阶是目标。那么在那个目标，我再来规划现在的行动路径，对吧？我是不可能这样的10年跟你全部搞完，那是不可能的。为啥你们叫我什么情感麦肯锡？那不是因为咱们的这个事儿为什么能说得准，是因为我全部是基于事实做接下来的这一步的判断，对吧？行动路径，那看那么远干什么呢？就看太远了吧，他怎么搞得出来呢？我过得幸福吗？我不要太幸福，我每一天听猪头猪脑的猪言猪语是最幸福的时刻。就这4个小时听猪头猪脑的发言，那可幸福了呢。看了，我跟他一样幸福。你们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什么？是不是看到了幸福？脸替。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我很温柔，我觉得我今天挺温柔的呀，还可以吧？啊。然后没有学过金贵的关系，没有那个进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想要1v1或者是想要那个咨询闺蜜圈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还有我今天身上这件衣服，我们圈圈里面也有。来下一个，这个狗，给你们介绍一下他的儿子。这是爸爸，这是儿子。再给你们介绍一下他的爷爷。再给你们介绍他的爷爷。笑死我。一家3口都在我这儿，3个脸替。Hello， 你好。啊，蛐蛐你好。哎，你好。我是刚才那个，就是我刚才看到有群里面有人说了，就是我对我这个年龄好像大家攻击性有点强，我都有点不太敢说了。讲你自己的事儿就行。就是我现在其实就是面临一个人生的这种，就是有点困惑吧，想让继续给我指条路。就是我这个年龄大家也能看出来，就是可能比较偏大了。然后我是扯过快乐症，然后原因呢，就是因为。就是我的性格可能比较传统，然后有点内向，就长得吧，我刚才就是说不能跟明星比啊，就是普通人里面长得还行，然后就大家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可能你有对象或者有人追，但实际上没有，就属于这种情况，然后就一直拖到大概35、36岁的时候，就家里面就急得不行了，然后就是找了一个就结婚了，然后但是。就条件不是太好吧，然后就是性格呀，包括经济条件各方面都不是太好，但是就是因为年龄焦虑，然后就结了，然后也过得不太好，然后就分开了，扯了快乐症以后，现在就是面临这样一个是节点，就是不知道下面这个路该往哪个方向规划，就是说我就是不再对婚姻有期待，我就全心全意搞事业呢，但是我又是在体制内工作，那如果我要想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事业，可能是不是得需要辞职呀，就是精力上各方面可能得投入的再多一些，还是说我在往一个什么别的方向再走。然后我现在是面临2个状况，就第一个是我今年去体检，然后发现我可能就是体检出来，就是可能我不能就是再怀孕了，就是说医生说的就是可能。你有娃吗？没有，但是他就说我可能属于那种就是先天的是什么，反正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卵子数量少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能
不能那个什么了，然后就是不是我就不应该再对这个婚姻啊再有什么期待了，就是应该专心搞事业。生活水平是多少？我现在就体制内普通工作，然后也没有什么职务，就普通员工，一年就乱七八糟下来，可能就是个10万左右吧。资产水平呢？资产水平呢？资产就是有一个房，有一个车，也都是普通的。那你这样的话，你现在下一步你的主诉求是什么？你是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吗？还是说你想安安稳稳的过个有情感生活的小日子啊？你想要的是哪个呀？其实我如果可以的话，我肯定还是想过正常的这种生活，但是我就是扯了快乐证之后，也接触过一些，就是都是同样也是我这个年龄，甚至比我大很多的，然后各方面条件，我又不是太喜欢，因为如果条件特别好的话，人家肯定愿意找更年轻一点的嘛，所以说就是很尴尬，很尴尬。但是现在倒是有。我说一个，我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啊，现在有个男的比你大15岁，他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在3万，你觉得这个条件可以吗？15岁吗？对。我觉得不太可以，接受不了。那你就别想着择偶了吧。那你就别想着择偶了吧，真的没有必要了。我跟你说的这个条件就是什么呢？双向满足。什么叫双向满足？物质条件也能把你往上带一个小台阶，然后呢，他还能在情感上多关照你一点，还把你当个美女看啊。那这种情况呢，也不是说不会要求你生孩子干嘛这个那个的。那这种的话，它其实是多条件可以达到的一个比较好的标准。但是如果说这种你还说我看不上我不行的话，那基本上就没什么戏了。就是说找一个他自己本身就有孩子，所以我就没有这个生育压力了，是吧？对呀，就这种。啊，我现在是身边有一个就是比我小5岁，然后就是基金行业的，年入大概就是100万吧，然后就是很喜欢我，然后就是大概因为是以前就认识好多年，但他认识我的时候就他也是单身啊，就是但是他有一个长期的女朋友，但是没有领证，就法律上还是单身。然后他刚认识我时候，我是当时有我前面那个就是那个所以说就他也没有跟我说。后来我扯了快乐证以后，他就跑过来跟我表白吧这种，然后就在一起，然后给我1年大概就是有200个吧，然后给我买了个房子。我现在这个房子，所以我就跟你讲了呀，你不要想着什么所谓的。我刚刚问你的事情，我说你到底是想提高物质水平，还是说你就想过个什么感情小日子？你说啊，你想要感情小日子，实际上你不想啊。而且实际上感情小日子这条路你根本就走不了。如果说你是步入正常的婚恋对象的，我刚才跟你说的那种条件就已经到顶了。你现在跟我聊的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就是我跟你说的提高物质水平这个事情了。那就跟什么所谓的小日子一点什么感情这种步入到正常情感状态的，那就一点都不挂钩了。就我也有点纠结，就不知道该选哪个方向比较好。我跟你讲了呀，你选不了那个方向。你现在能找到一个什么1年给你花200个 W 男的吧，你就好好过吧，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想那么多干啥？但是我感觉他这个付出在逐渐下降，就是有这种下滑的趋势。你的年龄也在逐渐升高啊。就所以说感觉还是不长久，所以我还是想就是正常的。而且我告诉你了，他这种就是搞米，这就是搞米，这个人不行了，你再换一个人搞可以，懂了吧？可是他有没有可能跟我就是不可能走入这个？不可能，我已经知道你要问啥了，不可能，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除非这男的脑子坏了，除非他疯了，他哪一天他进精神病院了，否则都不可能啊。
好，明白。那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刻意做什么，就是去维护这个，就是顺其自然。然后我还是要寻找我的这个前面你说的第一个方向，是吧？你就是找人不停的趁着你呢颜值还在线的情况下，不管怎么样，谁能给你花米呢，你就跟谁。或者说能够给你职业的生涯的一些机会的，都可以抓住橄榄枝往上爬一爬，是可以的。你所谓的什么想找婚恋对象的，我刚才跟你讲的标准，你觉得你看不上，那你就不用想着找婚恋对象了，那没有意义。好，明白了。好吧，就这样啊。谢谢。哎，想一想，你动脑子啊。39岁，你的颜值还能称作你的优势吗？你39岁的女人能够看脸嫁入豪门吗？啊，39岁女人能靠脸跨越阶级嫁给别人吗？光靠脸能吗？你肯定要结合你的资产水平啊。他也说了，他的资产水平就这。别人李嘉欣可不光只有脸来，别人李嘉欣还有财富水平来，还有光环来。你不可能只光看脸呢，对不对？那就是你要把年龄差距拉开，有希望，对吧？结个婚。但是呢，我觉得一个月挣几万的男的，哪怕他就是50几岁，他的选择范围也依然是很宽泛的吧。他要找个40岁的漂亮的，40岁的这个圈子里头的漂亮的女人，他应该还是找得到的吧，是吧？你能找到一个比你还小5岁还给你花200个 W 男的，这种事情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但是他不可能跟你结婚，这个是100%定的死的。我跟你讲的，比你大10几岁，每个月挣3万的这种人，他是有跟你结婚的可能的，是有跟你结婚的概率的。但是你说什么能给你1年花下来200个 W 比你小5岁的男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疯了。来下一个。我跟你们讲的是各种条件多达成，明白吗？你要是说我说了他不结婚，什么可能都有，但你但凡要谈结婚，你找小5岁的也可能，但是你小5岁还要他1年能给你花下来200万的能跟你结婚，那这是天方夜谭。Hello， 你好。你好。哎，你好。是到我了吗？蛐蛐你好，我今年36岁，然后老公40岁，有一个女儿7岁，然后跟他认识了15年，然后结婚11年。我是属于下嫁，然后呢就是我们俩在1线城市工作，然后他在国企，我在外企，然后我们俩收入是一样的。去年的时候呢就发现他劈腿，劈叉了。劈叉了，对。然后对象是他那个在职 MBA 的同学，然后呢他属于那种走心的劈叉，然后发现了以后呢他不愿意扯快乐证，然后也不愿意跟外面断。外面那个女的啥情况？然后我们在1线，外面那个女的就是没车没房，然后29岁，贫民窟女孩。然后呢？老家外地，然后他现在每天都去找外边那个，但他不明着说，跟我就是撒谎，然后基本上工作也不咋做了，就是上班时间的跑出去找那个，然后呢，然后同时他现在不愿意跟我和孩子在一起待在一起，他说感到特别有压力，然后那个过年的时候他也是跑去找3了，就说有压力就跑走了，跑人家老家去找他了。
然后我目前的话就是还暂时不想扯快乐证，就是我想的就是让孩子把这个上学的问题先搞定，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想我现在就想把那个钱抓好，他目前的那个工资卡在我这儿，但另外一张卡里大概有20个吧，在他那儿。我想让他交出来给我，然后不想让他跟三花，因为他们俩现在就是每天就是反正每天都待一块儿吧，就是可能中午晚上的都待在一块儿。那你就先找他要了，你找他要了吗？那个卡？没有，还没有。直接要就好了呀。就怎么跟他说呢？这还用怎么说？这事儿都是个明事儿，这还用怎么说？拿过来就完了呢。你要是不拿过来的话，我就去闹。这不是很简单吗？他就属于那种，我要是闹了，他就离家出走。就是你离家出你就走呗，你离家出走呗。我天天去闹，我就去找那个女的，我找不着她吗？闹什么呢？你要不就跟我扯快乐证呗，你扯呀，对吧？你要不就把米交上来呀，你不交上来怎么着呢？你还捆住我的手脚，还不让我去闹，那我肯定要去闹呀！我不光要去闹，我还拖家带口的去闹。那就得起票，然后去跟他这有什么好好说的呢？没有好好说的必要，好吧？然后另外就是也想请您指点一下，像这种情况怎么走？因为其实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样子肯定是不愿意，就是心是回不来的。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挺膈应的。没有在一起的必要啊，实际上屁也没有，屁也不是，有什么好？真没有在一起的必要啊，实际上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干嘛呢？搞得自己这么痛苦干什么呀？完全没有必要。就跟他闹吧。因为是这样的，我当年就是我父母就是出了很多钱给我们买房，然后呢，但也并没有说是借款，也没有说是就是只是单独给我的，所以我也不想就是说到时候如果分开的话就闹。我告诉你啊，首先卡，我觉得那卡都是小事儿，房子是大事儿。首先让他给你把婚内财产协议给你写明白，婚内财产协议先让他写了。那个我之前给那个之前抓他那个出轨的时候，抓到的时候我就拿出来让他签，他不签。不要说违规词。就是他不签。他不签，那我早800年我都拖家带口的上门去了，我还等什么呀？我早800年我都拖家带口，他过年我都得跟着他。那肯定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肯定就坐那女的家里去了，我就带着我妈一起去。你什么意思呢？先让他把这个有一头吧，先让他把婚内的签了之后再说下一步是吧？对呀，你现在把你房子保住呀，小姐，那几十万算个啥呀？婚内财产协议也不签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妈穷的叮当响，有毛病，我还忍着。明白，那就起跳跟他闹吧。对啊。然后我就是想问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像我这种情况，就是分开了以后，我之后的路怎么走？就什么怎么走都不想找，可以不找，好吧？自己一个人过也不比这好啊。是啊，有啥琢磨的呢？这事儿有啥好琢磨的呢？离开这个错误的人，磁场都变了。哎，我可能是比较重感情的，太重感情了。别包装自己重感情，就是说自己就是弱弱，好吧？重什么感情啊？你们这叫什么呀？帮别人
刀拿在对方手上，你拿着他的手捅向自己，是吧？这叫你重感情。无聊，可别宣扬啊！咱们不宣扬这种东西，不宣扬这种重感情，毫无必要，好吧？好的，好的，谢谢。有需要去找我们团队1v1吧啊。好的，好，就这样，拜拜。再见。我跟你们讲了的，我经常说到的一个词叫什么？妇人之仁。我天天在跟你们说，摒弃妇人之仁。我天天在跟你们说，摒弃妇人之仁。男的都不讲规矩了，你还在那跟我什么？我重感情？你这叫重感情吗？感情是双向选择，姐姐们，感情是不是双向选择啊？你一个人自娱自乐啊？他对你不好，他不把你当个人，他对你没有丝毫的尊重，他把自己家里都往外面扒了。你跟我说你重感情，你这叫重感情啊？你这叫重感情还是叫无知啊？不要给自己的无能找借口啊！无能就是无能，我跟你们说，面对自己的无能，你才有可能变成一个有能耐的人。你都不敢面对自己的无能，天天拿一些正向的词儿来框自个儿。我每次教你们说正念的时候是怎么正念？当自己人生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遭受了什么挫折的时候，对吧？我去想一想这件事情教会了我什么，这个叫做正念。而不是你自己明明都表现出了一些非常差的一些情绪状态以及品质的时候，你还在安慰自己说，哎呀，其实我是因为心太软了，其实我是因为太善良了，其实我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有个屁用？这能给你的人生带来什么正向反馈啊？你明明就是一个错误的，你明明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你还在不断的给你这个错误行为加强正反馈，那你不是越挫越狠？那你不是越来越稀巴烂？对吧？就好像有的人总说，哎呀，我们赚不到钱就是因为没有他们那么要脸。你倒是不要脸一个我看看，对不对？哎，我之所以会让他伤害到我，那都是因为我心太软了。你给我心硬一个看看呢，你有没有那个本事啊？你有没有那个能耐啊？没那个能耐，说什么扯什么闲犊子呢？真的是，捐了吧都，好吧，给肉男的花你不是捐了，对不对？捐了好，哎，人家还得念你点好的。我跟你讲，没能力就是没能力，软弱就是软弱，拿这些东西当什么借口啊？你都不肯正视自己是个没能力、软弱的人，你怎么可能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坚强的人？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你像我是不是跟大家说了的？我说谁干扰到我的情绪的时候，我是怎么跟自己对话的？我就跟自己对话，我说你越上去，你是不是个傻逼？啊，你被别人影响情绪，你被别人牵扯情绪，你是不是这种弱鸡？你就这种弱鸡是不是？这种垃圾，对吧？我都是自己跟自己这样对话的，对吧？段位被别人高呗，是不是？被别人搞了呗，对不对？哎，我都是这样跟自己对话的，所以我就越来越牛掰呀，对不对？我就升级啊，我就蜕变呐，我就自我打磨啊。你们呢？输了就跟自己说没准备好，是吧？哎，我只要是输了没准备好。我只要是输了，那都是别人找关系的，是不是？那都是我心太软了，哎呀，我不舍得，我下不了手，不像他们心硬，不要脸，自我安慰。来下一个来，没有关注的，没有关注的宝宝点个关注，没有加粉丝团加个粉丝团啊！没有学过我们金贵的关系的，一定要学一下，稳定一下自我框架，了解这个人世间的本质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来下一个，这不是宠物，这是男嘉宾。我们直播间的男嘉宾啊，跟我打配合的，知道吧？
Hello， 你好，蛐蛐你好，你好，看到你很开，我也经常在思绪很混乱的时候，经常看你的视频。然后现在是这样子的，我是27岁，南方城市的特大城市的一个独生女，家里面呢是有几套房，然后呢大概有个几百万的存款。然后呢，本科学的是金融，在漂亮国读的。然后呢，现在在读一个音乐的硕士，当然就是一个网课了，就是一个想趁着疫情就是水一个网课，但也是一个全日制的硕士。然后呢，我1.7米，100斤，身材特别好，长得呢就是挺好看，但是也不能说是绝美的那种，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他50岁，对，我27岁，他50岁，他是一个行业里面的专家，然后呢，年入大概小100吧，平均好的话可能也200-300、300-500也有可能，对，又高，对，然后呢，对，然后呢，他的那，等会儿，你接着说，啊，我让他帮我播一下，你接着说。然后他的那一位呢，跟他就是硕士的同学，他们也是同龄，两个都50岁，硕士同学。他家那一位呢，可能赚的比他甚至还多一些，基本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呢，我跟他是在去年9月份、8月份开始的。然后呢，他肯定是在围城内的，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在围城内的。我的这个呢，找的其实就是一个门当户对的，就是从中学读的，就是那种比较好的贵族学校一起出来的一个同学吧。但是我对他就不来电，后来确实性格不合，也因为着这件事情有这么一点冲动，就跟他扯了快乐证了。当然完全不是因为这个50岁的人扯的。然后呢，后来大概我跟这个50岁的人8、9月份在一起之后呢，他家那位在11月份就发现了，跟他大吵大闹。然后呢，也是从一开始什么不愿意离啊这啊那，到最后就是他那位坚决要离，且让他净身出户。然后呢，他是同意了。然后呢，他们大概在12月份的时候就去办了第一次的这个快乐证的这个，因为还有一个冷静期的时间嘛。然后在他第一次提交正式这个快乐证的这个时候，我跟他就住在一起了，就是住在他另外一个小公寓里面吧。对，我确实是挺喜欢他的。然后结果这样住到1月上旬吧，在他们俩打电话的一次期间，他那位说我把那个撤销了，我不办了，我现在就是咬死不扯了。然后事情就僵在这里了。然后他是挺痛苦的。这里呢？这怎么会叫僵在这里呢？这难道不是放了你一马吗？对，就是对。然后呢，我就问他，那你是什么态度怎么样？他就说肯定是要扯的，他还要回去找他谈。然后呢，他回去又找他谈，结果就是他家那位就咬死不扯了，反正就是这样，还把他臭骂一顿啊，什么道德谴责一顿。你到底想问啥？我想问现在怎么办？就是我真的一直在这个感情的怪圈里面打转。好啊，大姐，你是不是有病？当赔钱货有瘾，是不是当赔钱货有瘾？这男的有什么好跟的？这女的不是应该要把他回收了？你赶紧跑噻！你跟他好什么呀？你赚不了几个散子儿，一身老人味儿。再过个10年，你看看，你都要给他插尿管子了，知道不？啦。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已经很清晰，就是我的择偶标准，或者我也很了解我，就像曲曲说的，就是我承认其实我是很弱的一个人，就是我也确实没怎么上过班，然后呢也就是靠利息啊或者什么就1年可能就这么活着。然后然后呢我就是很希望我让渡了年龄，让渡了长相或者他的这种身高，能获得一个就2个人就能过日子，就是我是 OK 的，就是我没有那么大姐，你找个过日子的，你上哪里找不好啊？啊？对，就是对，是这样，就是说一般来讲，我正常接触也很少能碰到比我家境更好的了，但是我又不想有那么点倒贴的这种感觉，我就真的很希望找一个也比较有米的人。你这完全妥倒贴啊！贴的裤子内裤都没了，你还不倒贴？你要怎么贴啊？
是，所以我觉得我的伤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梦想的破碎，根本可能不是跟他的失恋的问题。就是我就很希望能让渡这种年龄身高条件去匹配一个，就是我也不用太倒贴，就是他只要能提供一个还不错的物质现状，什么加不加名我真的也不在意，就是我就希望找一个他已经可能忙完一段的。你去找噻，谁拦着你了？把你捆在家里不让你出去找。是的，然后之前其实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很珍惜，就是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把家里面收拾的好好的，生个2、3个娃的那种。直播间脑子都带糊了，好吧？真的，就是我应该立马分了，对吧？你这，我也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脑子有病呗，那还能为啥呀？有病就治病呗，有病吃药呗，或者我出家呗。你在这干什么呀？啊？就是我真的。是一开始其实我不是奔着跟他去想要在一起，但是不知道怎么好像他那边一开始是要离，他就猛烈的要跟我这个好。你关你屁事，他要跟你关你屁事啊！你没有选择权。但其实确实我在一开始确实也是想跟他好，但是我觉得现在状况都变成这样了，我也真的不想跟他。那你就别跟他了呀。那你想干嘛呢？你就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别跟他了，行不行？好的，曲。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就反省到，可能第一就是我自身弱，或者说就是可能是没有工作导致的，我注意力就是太闲了，然后就觉得好像可能有那么一点没有男人不能活，我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子规划一下自己？就像刚刚前几条视频我看到就很有启发，您说被看见是被选择的第一步，我是不是也是应该去工作一下，就是增加自己的这种交际之类的，而不是每天就是确实挺宅在家，虽然宅在家里面也不是说蓬头垢面的那个样子。你觉得一个人需不需要工作呢？你告诉我，你觉得做一个人需不需要工作？是需要工作的但我之前的工作呢，就是我可能是在机构，就是做教育啊，面对的其实都是小孩儿。其实这个交际圈好像对于我而言就是特别不能起作用。所以呢，因为不能交际，所以就不用工作了。所以我在想，那会不会就是也是前几条视频你说的打这种差异化，或者我会不会应该就是再去做一份，比如说什么内容运营啊，写文案之类的，走那个路线，就是不用在这么小孩的这种教育方面再往下走了。想走哪个路线都可以，找个事儿干吧，好不好？重点是先脱离现在的生活环境吧。我觉得真的，你再这样下去的话，病入膏肓，救不了了就。明白，就是我已经不用再去跟他扯，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退，我会觉得会不会有点尴尬？就是他怎么要先握个手？不是，就是先握个手，鞠个躬就不尴尬了，还是给他磕3下？怎么不尴尬？反正就是现在大家僵在这里，我这样退掉其实也 OK 了，是吧？就是我哪里不 OK 呢？不行，放个边来，不会好吧？啥意思要搞点仪式感？举办个仪式。双手给他还回去。您接好，跟他家里那位说，还给你接好了吧，走个仪式感行不行？杀头猪，供一下。对，我可能还有，我可能还有点情绪波动，就是觉得被搞了一下很奇怪。就是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打算跟他有什么结果，是他那为什么跟他要死要活要离了，然后他就跟我商量着以后，其实我觉得也 OK 吧。然后结果跟他都已经进行到这一半了，突然他家那位把这个取消，咬死不离了，就是很被带了节奏的感觉，被他带了节奏的感觉。当然他可能也有一点被打脸的这种不爽。所以呢怎么样？你天天跟我谈情绪是为了什么？你想干嘛？我明白，就是从理智上说，他这个条件没有任何要留恋的理由，也没有任何要垃圾啊，垃圾。对，我也觉得是这样。你也差不多了。明白，就是你跟他也差不多。是因为他这个身，
对他，而且他这个身价跟条件，我觉得实在是也不值得我要就是忍气吞声去得到一个结果，你不用对吧？讲这句话，这句话我们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你讲出来干嘛？你说的这句话，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好的，好的，就这样挂了。谢谢曲曲。哎，再别来了，别来了，这别来了啊！我告诉你啊，哼，我可不想，我不想吃药，我没病，你别害我，我跟你说，我能量很宝贵，好吧？真是服了，一个个的咋想的呀？哎呦，嘿，这么喜欢老头儿，就去福利院嘛，去那个叫什么养老院。我跟你说，咋去养老院里面去钓鱼，对不对？说不定有那个身家多少亿的，完了以后都无儿无女的，你找个那玩意儿多好呢，对吧？反正都是要找老头儿，咱们能不能搞个性价比高的？上来就是王者，对不对？出道即巅峰，对吧？出道即巅峰，照顾个1个月人嗝屁了，直接好吧，直接家产都送给你，这多捷径。这么喜欢老头有瘾，真的是，哎，蛮多了。你现在说27岁，你愿意去照顾老头，你真的别个老头蛮多，什么都给了你，什么都给你。富豪老头无儿无女的蛮多呀，那富豪老头无儿无女的蛮多啊。有的人他本来就没有那个能力，他就没有生育能力的蛮多啊。想不通，真的是一把年纪了，他妈什么100万都不到，100万都不到，他还养家糊口，你在那吃残羹剩饭，还在问我应该工作吗？你这说什么稀奇话呀？这是说些稀奇话，我应该工作吗？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出来找个工作呢？你是不是应该每天照着镜子，每天洗把脸，清醒。下一个，没关注的点个关注啊。没事，喜欢脑袋疼的，我们这个直播间有个功能，知道吧？就是听着就开始头嗡嗡的响，知道吗？喜欢找这种上头的感觉的，就来我们直播间就对了。这是我们直播间一个很大的功能，嘎嘎上头，就听着就开始脑溢血。Hello， 你好。喂。你好。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有点抱歉了，就感觉你一个晚上都听那么多糟糕的故事，然后我现在又来添砖加瓦了。我先简单讲一下我自己的事吧，就是我在海外，然后现在是31岁。前一段的时候，我把一段关系搞得有点稀巴烂，就是因为我第一段恋情很糟糕，可能带着一点报复的情绪吧，然后在后面遇到了下一个人的时候，当时满脑子都是觉得说还是好现实，我觉得我也要只考虑物质，我只想考虑钱等等巴拉巴拉之类的。所以当时遇到那个男生，我31岁，但是我谎报自己是25岁，然后和他开始就是算是 dating 吧，只是开始 dating， 不是正式交往。然后对方一开始表现的也是很大方，然后上来就说他是想走认真的结婚路线的。然后我当时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情，但我也骗他，我说对，我也是很认真的。然后但其实并不是。然后交往着之后，发现他还挺上头的。然后我们见过几次面，包括每次吃饭他都会安排好地方，然后也挺大方的。一切都越来越好的时候，我的心思开始动歪了。因为我那时候也还不是很认真，所以我就听了一些其他的博主的吧，然后我就开始去问他，正好是新年的时候，开始问他要红包要米，然后我很夸张的就是要了一个对方比我小2岁，他29岁，但他以为我是25岁，然后我问对方要了一个很大的米，然后对方有点大概三个米吧，然后对方有点吓到了，然后对3万，然后对方有点吓到了，然后一直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把
那个米和爱就是混为一谈呢，巴拉巴拉之类，然后当然最终也没有给，然后但是明显感觉到自从我提了米之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往下，越来越往下，越来越往下。后面我有点慌了，因为我发现，哎，我有点上头，我是真的喜欢了，而且随着我对他的了解，发现对方的家境也很好，然后家庭也是非常温馨的那种。本来我从来完全都没有想过想要稳定结婚生子这些事情，我开始考虑了，觉得他好像是个不错对象，但可惜就是对他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冷淡了。然后一直到后面已经冷淡到有点不行了，我就觉得算了，给了断一下吧。后面我又把我自己的真实年龄也跟他讲了，然后他知道我是真实的年龄31岁之后也是蛮不开心，他就说你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告诉我？但对，解释无果吧。然后后面就和他后面和他最后一次电话就是跟他说我的情况全部都跟你讲了，我没有再有隐瞒了，然后就问他你现在就是是否还喜欢我呢？然后对方就说他不确定了。那我说你还有去见别的女生吗？他说没有。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愿不愿意两个人认真的在一起？如果愿意就 OK， 不愿意的话就算了吧。然后他大概犹豫了一下，他就说那就不耽误你了。我说好的。然后后面我就把所有的联系方式给删除了。对，这个是2天前发生的事情。然后现在只是我脑子回想到觉得可能这个人还好，就觉得他家境好好，然后觉得很可惜，但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是的。好的，我也不是很意外。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好，那我就 move on 继续下一个了。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还有接触一个男生，然后他也是薪资水平还是蛮好的，然后他是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吧，然后外加很非常现实的那种吧，就是像我跟他交往期间，一开始也是就是dating， 但是后面感觉当时互相都没有什么感觉，当时我心思在上一个上面，所以就没有感觉。后面我就说那我们就做朋友吧，然后他也觉得做朋友不错，然后我们现在是普通朋友，然后偶尔会聊个天，然后会吃个饭。我在想其实他也是个蛮好对象的，有什么办法可以推进吗？就正常先聊着呀，往暧昧的方向聊啊。暧昧的方向，因为自从我们说当朋友之后，开始聊的都特别的怎么讲呢？就是你知道，如果是普通的话，可能会稍微收着一点。但是自从说了是朋友之后，我聊的也很开，他聊的也很开，他会毫无顾忌的可能在我面前讲他对女生是怎么看的，然后择偶标准是什么什么巴拉巴这些，这是代表说是完全没有，就对方真的对我完全没有意思的信号吗？不重要呀，他啥意思其实也不是很重要啊。关键是你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往暧昧的方向去带节奏就好了呀。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我也就比如说有的人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你说，那像你这样的就不错，这种就是在往那个方向在导啊。这样子啊。就是好，然后还有第3个对象，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呢，他这个人一切都挺好的，就是有点抑郁。我跟他在一起吧，我也抑郁，是不是这种人再好也不能要？那肯定啊。好的，我知道了。那反正我现在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然后多争取认识一些新的人，然后就广撒网的嘛。因为我现在也是在疯狂的用这种 dating app 去认识不同的人。你是在国外？对，我是在国外。对，是的。好吧，你在国外我就不让你来1v1了，免得那个时差对不上。倒没什么时差倒还好。如果遇到好的对象的话，是可以1v1一下的。遇到好的对象对吗？其实我觉得上一个好啊，那我当时的整个状态太差劲了，我当时可能满脑子都是算计和报复，所以奇妙就自己毁了自己。莫名其妙搞的，就是你们就是谈恋爱搞得像傍大款似的，也不知道是哪个路子，也不知道是哪个流派的，真的是不知道是哪个流派的。我们的谈恋爱就是谈恋爱啊，傍大款就是傍大款，这2个路子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路子之间，它并不是打通的，知道吧？是可能有点报复心理吧，因为第一个的时候非常 A， 然后就有点想说，哎，我再也不要这样子了，我要钱，我要米，好吧，就好，那好像大概也没什么问题了，剩下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我提的那个，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我甚至想问要不要每隔1个礼拜发一个消息这种的。哎呦，别搞了，也没有意义嘛。别搞了，小姐，不是你干嘛？你是这样的，你这个事儿啊，步步错，步步错，就是没有一个环节是对的，没有一个环节是对的。什么上你要的3万是什么？是哪个地方的币啊？我已经折合成人民那个了。3万块钱倒不多，但是问题在于是，就是很生硬，很生硬，对，非常生硬，后面就莫名其妙，就搞的这些莫名其妙。没有铺垫，就很生硬，硬搞，就是这种搞法，莫名其妙，感觉像突然之间打了别人一榔头，不知道为什么，就打劫，是吧？突然一上来打劫，把别人跟你谈恋爱，前脚手牵手谈恋爱，打劫，吓死了，然后完了以后，什么这别人正下头呢，他跑去跟别人说，其实我不是25，我是31，他怎么想的呢？完了以后，别人还在考虑，还在琢磨是怎么着的。他开始，哎呀，我把全盘告诉你啊，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你跟我说清楚，哪儿到哪儿啊？你在别人急剧下头的时候聊这些天，然后完了以后，别人肯定不接受啊。最后他还搞一个，哎，我把这所有东西都删了。你这步步错的事，咱就算了吧，好吧，move on吧，下一次吧，下一个吧啊，蛮累。好的，那您能跟我讲一下，就是如果是正经谈恋爱的话，应该要怎么谈，怎么看好的人呢？哎，有节点呐、节日什么的，是可以让别人送礼物的，但是这个不能你来定金额呀。他说你想要什么，你可以给他一些选项，但是这个跟你们平常的消费呀，跟你们平常方方面面的一个感觉要合理呀，而且要在两个人非常浓情蜜切的时候，这样子去讲这种东西啊，好的态度加好的时机，你才能够开口，不能乱开。好的，我明白了。好，谢谢您。你先去把金贵的关系看一下吧，好吧？好的，不好意思给大家添一些笑料吧。好的，大家晚安。他这不是打劫吗？就是两个人手牵手，突然打劫，没有预期，完全没有预期，没有铺垫，是吧？奇奇怪怪的，而且老外就是我觉得啊，这个也不分老外还是什么吧，跟大家讲一个点啊，就是你们呐，要让别人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喜欢什么，然后呢，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他的感情到位的时候，他想要给你一个惊喜，然后他知道该给你什么，是吧？就好像有的男的，他对你很上头，或者他很喜欢你，他又平时是一个有付出意识的人，他愿意去买单或者愿意去承担更多的经济开销的时候，比如说你的收藏夹里有很多东西，他可能会去翻，对不对？或者你有的时候跟他两个人出去吃饭啊、逛街啊，看到别的女孩子，比如带了个什么东西用了，你说我特别喜欢那个，我觉得那个特别好看，对吧？哎，路过了一个橱窗，哎呀，宝宝你看这个项链好好看呀，对吧？平常两个人坐在一块聊天，对不对？哎，翻到手机上有个东西，哎，你看，我就觉得这种风格的东西特别好看，是不是？就是这些东西你要有一些，就像我们在金贵的关系里头给大家讲过潜植入，是不是？潜植入你最后在实现的时候，它的实现路径才宽广，在人脑子里就它已经被铺垫了一层这个意识了，对不对？但是没有到时候他就不会说给你买，对吧？你只是说好看，哎，今天这个好看，明天这个好看，明天他可能不会开口说我给你买，可能他就是觉得时间没到。但是呢，到了节日啊，或者到了生日啊，到了什么的时候，如果这个男的他真的喜欢你，或者他想要给你一些惊喜的时候，他会在你的那些心愿清单里面去选择一个他认为目前他愿意付出的金额的东西，明白吗？金贵的关系好好学一下吧，好吧？
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啊，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你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圈圈找到我们，也可以找到金贵的关系，可以进金贵的社群啊。没有送礼的概念可以撒娇啊，对吧？我好想要这个，你能不能把它作为我的情人节礼物送给我？可以啊，没问题啊，对不对？在态度很好的情况下，如果这个男的一下炸毛了，哦，当然你不能狮子大开口哦，对吧？正经谈恋爱的时候，你可千万别狮子大开口。你狮子大开口的话，那别人肯定觉得你这人心术不正，是不是？来，下一个来。金贵的关系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给你们发的某私某信哦，不要相信任何人给你们发的某私某信，因为我们金贵的关系是有相应的社群的，有很多高品质的小姐姐在里边，大家是可以彼此之间互相交流、互相认识的啊。来下一个，他就说啊，我最近这个手头紧啊，我就没，那下一次你发奖金的时候吧，对吧？软下来。不要顶着那个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这因为我之前也连过线，之前是有2个围城类的男的，然后我今天就讲关键的人物和信息，然后问题是我怎么去搞到他之前答应要给我的房贷的米，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基本情况，我今年是30，颜值身材各方面7分左右吧，他呢是围城类的那个房地产的开发商，存款然后资产加起来应该有几个小目标，然后我们是异地。然后大学一毕业就在一起了，断断续续有7年多，虽然就是有这么多年了，但是我们就是一直都是异地嘛，就见的也不多，1个月1、2次那种，然后中间还分开过两年多到3年左右。然后就是刚开始他在一起，我跟他在一起，他也没有什么米，然后我当时也是太年纪太小了，然后也没开窍，不知道怎么搞米，然后也不知道问，然后他给我多少就是多少，然后那个时候呢给我出了一个50多个 W 的首付款的房子，然后由于我后面到了27、8嘛，有来自婚姻的压力，然后我就对碰认识了新的异性，然后我主动强硬的跟他分开了，分开的时候呢他也很痛苦，为此就是瘦了40多斤，就人变得很憔悴。期间为了挽留我，打了40个 W， 然后给我买了个40 W 的车，然后我也没有为此回头。后面就是跟那个对碰的异性呢，后面又分手了，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还是跟他渐渐的有了联系，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也不能给你想要的那个红本本，既然你要想走婚姻的道路呢，那你就走，只要你没有跟其他男人生过娃，就是我都给你托底，反正我是不可能给其他男人养孩子的。然后到时候呢，你就好好的跟着我，跟我生个娃，我会给你准备1到2千万。你要对碰呢就对碰，千万不要自卑，觉得自己原生家庭不好，抬不起头，一定要自信，说不定缘分哪天就到了。但是你一旦有了男朋友，为了大家好就不要见面了，地球我们也不要太频繁的联系，不要走脚踏两只船，你操作不好就很容易翻车。然后就说如果你要是分手了呢，我就一直在你这里等你。然后我就哭啼啼的说，那我说那现在疫情压力那么大，那你帮我把那100万的房贷给还了呗。然后一开始他还找理由，就是巴拉巴拉的找借口，我就一直说，然后他后面就冷模硬泡就答应了，我就于是趁热打铁说，那你要在过年前给我准备好，就是几个月前。然后结果到了过年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动静，然后我一直催，然后他才给我打了一半，就是50个 W， 然后说不能一次性打这么多，要避开什么什么税，然后还说过年的时候他很忙，要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他说你干嘛一直催我，他说我答应过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然后我就道歉，然后后面就没有再提了。但事情的转折呢，就是前些天见面，然后他发现我因为我一直都在有对碰嘛，然后他就发现我有对碰的男生处的还挺好，就快要确认关系的那种。然后我其实是有私心的，我为了剩下的那50个 W 的房贷，我就一直瞒着他。我之前认识什么异性，我都会跟他说，就比如他也会给我意见，就是说，哎，这个男生可以相处啊，这个男生不行。但这一次呢，我就没跟他说，然后他内心就很生气，但是还是要故作镇定的说，哎，你不用跟我道歉，我这么大岁数的人，比你大20岁。我又不是不知事理的人，但我一定要提醒你啊，不要跟男生太快发生关系啊，就是
太快，别人不会珍惜你，什么一定要跟男生说清楚，你不是玩的，你是正经找对象结婚的。然后他也希望我过得幸福，然后说我可不希望你以后嫁不出去了，怪到我头上。然后说完这些呢，我就也道歉，说了一些道歉的话，然后还有一些肯定他这些年的付出的话，然后后面弱弱的问我说那剩下的房贷怎么办？他说放心，我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不要多想了。然后我后面也没好意思接着问，就是什么时候再给我打嘛。然后分开，就是我跟他分开之后，就这几天我找他微信聊天，他都只回应2个字，就是好的好的，就不跟我聊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该快速的把这个50个 W 的房贷落袋为安。快不了，快不了，那只能就靠他自觉是吗？我也不要再去提了，是不是？是的。然后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因为我是同时有交往2个围城类的嘛，然后另外一个是认识3年多了，然后他也给我打过90个 W， 但是第二个呢是一直知道我有跟第一个男的有的就是这些事情，然后他也知道我一直在对碰处男性就是异性，然后想走入婚姻的道路，然后他也是默认的。然后他就是刚刚就这些天我跟他聊天，我就问他要房贷，他也答应我了。然后我就很害怕，就是因为我现在又在对碰一个那个异性嘛，然后我就怕被第二个人知道，就是说，哎，你既然都要对碰，都要跟别人发生，就是要跟别人确认关系了，你还问我要房贷，会不会不太好啊？还是我应该就是在这2个人里面，就是要侧重一个人？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先拿到手啊！你先拿到手是吧？我跟你讲，你呀，我给你把个命都算死了。你这种性格的人啊，你这辈子很难有什么大钱，真的。我不能。你太容易看眼前的利益了，你太容易看眼前利益了，而且你太贪婪了，你知道吗？你太贪心了，贪心。然后呢，别人给你的东西，你没有办法真的打心里去感恩别人，你的吃相不好看。所以说我跟你讲，吃相不好看，男的很难给你大的投入，就是这样的。你现阶段的这个情况，我当然是说，谁能先跟你把这个50个 W 的事摆平，你就赶紧的先以谁为主，肯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想跟你讲，你对于自己的修炼呐，真的有非常大的空间，非常非常大的空间，因为你吃相不好看，吃相不好看的女生我们见过很多，基本上就是小敲小打，这个人这里好小敲小打，那个人那里小敲小打，最后就是到处小敲小打，搞不到大的。那我其实为什么一定想要把这50个 W 就是落袋为安，是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他，就是我以后我觉得我如果说一辈子要跟他的话，我很痛苦，我还是想走婚姻的道路。第二个那个围城类的呢，是因为我有点喜欢他。其实我刚刚问他要那个房贷钱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有一点点不好意思的，而且我怕我要了之后，他知道了之后，我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再跟他相处。没有什么怎么相处的，没有什么怎么相处的。你要到了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那有什么怎么相处的呀？在这种状态里面谈什么感情呢？这不是很无聊吗？我跟你说，你跟我谈这个东西啊，就是没有太大意义，你知道吧？因为其实你这个人，你对别人的利用感太强了，你的底层架构不是感恩。我跟你说，就是底下的道不对，所以你上面的这个树啊，它就很飘，知道吗？因为你这个道不对。所有的人，我跟你说，所有的人，不管我今天跟谁在一起，不管我这个关系是不是一个法律允许的，是什么关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他在我的生命中的出现给我带来过价值，他给过我帮助，我对这个人一定是抱着一个很大的感恩之心去看待的。你没有这个底层做基础，你没有感恩之心，你就只是想要去利用别人，这种状态你的发心不对，
知道吗？但是我在想，我大学一毕业就跟他了嘛，就是这期间也是有蛮多年，其实他也没给过我什么大米呀，因为之前他确实是没什么米，他现在就是事业起来了，就是赚了1-2个小时。没有，你原来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你要会引导，会怎么着，那个东西那是你那个时候用的好，都能下得来的。你那个时候用不好，没有用好，别人给的都是别人自己心甘情愿往外掏的，是他自己想要去付出的这个意识，他自己觉得他该为你付出，他就付出了。但是他没有付出到那个金额，是因为你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段位，你本来也不会在合适的时机去做这个动作。但是问题你们俩已经掰了，你甚至都去对碰了，完了以后你现在又不要跟别人和好，又要在心态上面挂着别人，又要让别人继续在为你付出，而且别人这个钱不下来，你还感觉像别人欠你的，你这个底层心态整个都是戾气很重，知道吧？好的。我觉得你未来好好修炼一下，这个50万拿了就拿了，反正我不管你找谁拿，你这个50万肯定是有人给你出。但是呢，我觉得你需要好好的去修炼一下，找一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的这种心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人要正，就是你的底层的东西要正。如果你不正的话，你就永远就是这样小敲小打，小敲小打，小敲小打。好，就这样，拜拜。我跟你们说真的，就无论啊，你跟的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别人他给过你很多的帮助，对吧？这个东西我们是要念别人的好的，因为你这个状态别人是能感知到的。你看，就好像当你想让这个男人同样一件事儿啊，不一样的做法，完全他就会引导出不一样的一个方向。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发心会被别人感知到，别人感知到了以后呢，他会对你有一个态度，他会对你这个人有一个定位，他会觉得你是值和不值的问题。可能这个东西有点深啊，但是我还是试图给你们把这个东西讲清楚。比如说啊，我如果跟这个男的在一起一场，对吧？是我自己要去对碰的，是我选择要了断这段关系的，那么我要承担这个结果，对不对？首先我要承担这个结果。好，退一万步说，我那个对碰的对象不行了，我这个时候确确实实也没有更合适的对象，那我现在有100万的贷款，我能想到的人只有我这个前任。那么要不然呢，我就是要跟别人和好，我以和好为前提，对吧？我去做这个动作。要不然呢，我不和好。不和好是什么呢？那就是真正的我就是告诉你，我确确实实我在生命中的这个阶段，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比你更能帮助我的人，我示弱我就示到底，我确确实实就是弱，就是我觉得就是只有你是我这个时候能够想到的，能够帮我解决这个燃眉之急这个人，我想不到其他的人，对吧？我就是表这个态。那别人如果说他愿意给我做，我一定是抱着一个感恩之心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不可能还在后面，哎，你什么时候给我呀？你那个什么时候给我？他不欠我的，明白吗？他不欠我的，就算是这个时候是什么？是别人在帮助你嘛，对不对？这个完全就是一种单向帮助了，这个时候完全是一种单向帮助。这个人他并没有害过你啊，他没有害过你啊，他也没有怎么对你不好啊，他没有啊，对不对？为什么就是我们不能够去以怨报德，对吧？我们有的时候搞得蛮狠的，是吧？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这个男的自己本身做的不好，做的不对，他伤害我，那我肯定要跟你搞，对吧？那我也不会仁慈，我也不会心慈手软。但是别人并没有啊，而且你听这个男的讲的很多话啊，他讲的很多话，他一直说他会告诉他很多的道理，你不觉得这个男的其实跟他讲的很多道理是真的在保护他吗？他讲的很多话，你要怎么样，对吧？哎，你如果说任何时候想要回来的话，我可以给你兜底，但是我知道你想对碰，我知道你想要去走正常的婚恋关系，
就我的身份，我确实是没有这个位置去要求，我没有这个位置去要求你，对吧？让你不要去对对碰，你就跟我好。但是如果你真的对对碰不下去了，你要回头，我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的。其实这个人他真的是，我觉得啊，从我虽然说我没有见过，但是我就隔着屏幕，我就听他跟我讲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男的其实他的一个底层是很正的。这个男的他的整个底层架构他是很正的，真的很不错。其实他应该能够算得到伯乐男这个范畴的了，他算得到伯乐男这个范畴的了。我是觉得还是要有一定感恩之心在这个里头。你本身催着别人要这个事儿，它就是不合理的，它就是不合情合理的。我不是说你不能开这个口，我不是说你不能要，但是你要，你姿态要放对，心态要放对。你不能要了以后还觉得别人欠你的，对吧？这个状态就不对了。因为我跟你们说了的，人最要去珍惜的一定是自己的磁场能量。你要知道自己散发什么样的磁场跟能量，你才能够去吸引到越来越多的贵人。如果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帮过你的人都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心怀感恩的人，他就每一次都会帮你，明白吗？你就会吸引到越来越多这种能够帮你的人。但是如果你每次在这样一些就是相当于是你的贵人的这样一些角色上，你展现出来的都是戾气，你展现出来的都是一种贪得无厌，那么这个东西它就会形成你这个人的磁场跟能量。未来这种能够帮你的人就会远离你，因为所有的人他心里对你的评估叫2个字：不值。他如果觉得你不值，不是他一个人会这么认为，而是你的行为模式，你的行为惯性会导致每个人都这么认为。那你这辈子肯定注定了，就只能小敲敲打了，就这里搞一点，哪里搞一点，哪里搞一点，这里搞一点。我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基于什么？基于你长久的发展在跟你对话的，不是从道德层面。我是告诉你们，从一个人生命的长河的角度上面来说，你想要达到人生当中的制高点，必然是你有一个正确的发心在前面。你只有这样，你才会让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跟你相处是值得的。每一个人当他想要去帮助人的时候，他会首选来帮助你。每一个人他帮了你一次，他还想帮你第2次。你说你这样，你这个命能过不好吗？你这个命必然得过得好啊，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吗？好，大家没有关注的先点播关注啊。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那个看我们金贵的关系，学习金贵的关系，进我们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喂，能听到吗？哎，可以，你说。我是有一些问题啊。我的问题是要不要跟现在的对象继续走下去？然后如果分手的话，接下来要找什么样的结婚对象？哎 ，Hello， 听不到了，你离开了。稍等一下，我列了一个提纲。我的情况是我现在30岁，我在2线城市生活，硕士研究生，体制内工作，年收入的话10个 W 出头，自己有一个小公寓，但是家人帮助不多。然后男朋友的情况是他今年33岁，2线城市生活，但是他长期出差，我们周末可以见面。他目前的年收入有50个 W， 有房子，但是呢他也基本上都是靠自己。我们俩现在目前在一起1年多。然后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第一个是他遇到问题，他不喜欢主动沟通，喜欢逃避。他的原生家庭父母关系也不太好。第二个就是他的工作是在异地的，出差比较多。这样的话，如果以后考虑跟他在一起，怕影响关系的稳定。然后第三个是我目前发现的，就是我在跟他交往之前，我就发现他有 PC 史，但那个时候呢，他说他那个时候单身，并且跟我保证在以后是不会再有的。但是我最近发现他出差的时候有类似的行为，但是没有实际的证据证明实施。他说他最后也没有去实施。而且我还发现他加了几个陌生女孩聊天，他
他说他是无聊找他们聊聊天，没有其他想法。那我跟他在一起的原因是，第一个是他比较大方，平时消费啊、旅游啊不是很抠门，一年在我身上花了差不多10个 W。第二个是他性格比较幽默，也是我喜欢的类型，工作上也比较上进，我是有点对他有点慕强。还有一个是我跟他相处1年多也比较有感情。那之前我有见过他的家人，但是他还没有见过我的家人。我问他对我有没有结婚意愿的时候，他也说是有的，但是目前我们都还没有具体的推进过。我问他就是为什么想跟我在一起，他就说相处也有了感情，觉得我好看、老实、单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很矛盾，因为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跟他走下去，因为我也期盼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和睦的婚姻，所以想来问问曲曲你。说他1年大概赚50是吧？对，你呢？10几个，体制内。唉，咋说呢？也行吧，也行吧。但是这男的你得管住了。但是前提是他没有，我没有听到他想跟你结婚的意思。其实，对，他就有，我就问他，我说你想跟我结婚吗？他说是想，他有这个打算，他是想的。你现在多大了？30，他33。啊，你拖不起呀，小姐。同时再处几个吧。那跟他怎么办？就处着呀。那他这个你30了，你要结婚，你不是赶紧的得结？对呀，那他又往下推，你让他去见父母呢？有让他去见父母吗？他是有打算的，但是因为他最近出差，然后就目前又出了我发现他这个事情，然后出现这个事情大概有3、4天了，然后呢3天我们这3天都没有联系，还没有联系过。罚款呢？罚款。对，然后我就之前我说，他说，哎呀，我就是他还有房贷什么，他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去找，然后我说那你以后你就是除了房贷，你每个月你给我1万块钱，你把钱放在我这儿。他之前说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3天，因为他给我发信息，我最后没有理他，我们3天之内就没有联系。他知道你为什么事不理他？啊？什么？知道你为什么事不理他吗？对，就是因为我发现他这个事情，然后我说我要想一想，我还没有想清楚，我说我不是很想。那你让他给你转5万。那转了之后呢？我跟他就和好啊。要和好吗？那我要跟他结婚吗？我要跟他往下推进吗？往下推呀，你还要推得动啊？这话说的好像别人等着你结婚似的。他如果说5万不给呢，就是说他现在手上没有这么多，那不就正好吗？那就算了嘞。本来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就是说白了，你能容忍他 PC 必须建立在他的经济被管控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开这个口就是为了让他一步步的未来经济受控。他如果没有办法让你的经济受控，你这个人就没法跟，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不给就不用跑了。5个 W 是吧？对啊。行。如果我不跟他在一起，那我就是我这个情况，我这个条件要去找一个什么样的结婚对象呢？他这个条件是可以的，条件肯定是可以的，只是说这个人陋习，这种陋习，而且还是有惯性的，就不太好。条件没太大问题啊。那我如果不跟他在一起，我要去找一个什么样子的结婚对象？我说了呀，这个条件没问题啊，你还是可以找这种类似的呀。我该怎么去找？对对碰啊，那怎么找？那肯定是疯狂对对碰啊。好的。他这3天为什么都没有再找我？就是我没有理他，他也没有再找我。他没有找你，你不理他，他就不找你了。对，他这3天没有找我，那你这个5万也要不过来。那你对于他来说就是个一次性杯子的关系，
你能对他无限容忍，就是他能跟你在一起的前提。他不会改的，对吗？嗯，对。那就是我就不太好，因为我就感觉我找一个对象，我肯定是要有所取舍的，我就不知道这方面，因为我觉得他经济条件还不错。是啊，所以我才说呀，经济条件不错，你要能咽得下这口的前提是他的经济条件跟你发生强关联。经济条件如果不能发生强关联的话，那这个东西他就咽不下嘛，不是？那我就跟他联系的时候，就是如果他找我，或者是过2天我们联系上，我就跟他说先给我转五个 W。对，你只能等着他跟你联系，你跟他联系，这5个 W 是死都要不过来的呢。那我就等他联系我，我再跟他提这个。对。那如果他转给我了，那后续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呀，就是翻篇了呀。那会相当于说我默认他这种行为了吗？不默认他也要搞啊，拿钱买单，拿钱拼事儿嘛，默不默认的。我就是会怕，如果我跟他分了之后，我再遇到其他人还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这个怕的不是个事儿，好吧？你这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啊！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好不好？也蛮多男的嫌这个东西蛮脏的。他也就是在婚姻长路当中觉得无聊了、空虚了、寂寞了，可能偶尔在外面认识了个什么，可能搞一搞。但是像这种 PC 这种常年 PC 的这种，不是每个男的都有这种常年找 PC 的这种习惯的，好吧？你对我有什么建议？我建议完了呀，还有什么建议呢？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啊，有问题解决问题。行，好的，那我明白了，谢谢。好，拜拜。这个男的听他那意思就是，他觉得他适合结婚就是什么呢？他也发现这女的能发现我 PC， 他也不跟我吵，也不跟我闹，也没有什么惩罚条件，那就这样的话，以后放在家里安全呢，不影响他在外面玩。对不对？你也不收整他的财务，完全不影响他在外面玩啊。但我觉得这种你忍下去肯定是，你就是看中他的条件了嘛。那看中他的条件，他的条件得跟你发生强关联才行啊，是不是？罚5万，夸马上拿过来 ，OK， 那就好。这样的话，他有犯错成本，那么他慢慢的他会逐渐的把米往你这儿拨了，是不是？你逐渐你这个受控的能力就强了嘛，是吧？他就受控了嘛。他米要是不往你这拨了，那你那他这辈子都好不了，这辈子好不了的啊！我跟你讲，我认识的那些 PC 诚信的男的，就是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内心最大的障碍就是财务大权上不上交这个事儿。真的，就常年有在外面 PC 或者说找不同的女的 PY 的这种男的，他们内心当中对于婚姻最大的障碍就是要不要上交财务大权。人有个什么呢？我跟你们说啊，人非常的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又想约束自己，因为他精神上想进步，懂吧？但是呢，他在身体上呢又想放任自流，是不是啊？就是我又想当一个爱学习的人，可是我真的到了学习的时候，我还是想出去玩，懂我意思吗？他们这些男的也是这样的，就是他知道自己这样不好，他知道这样自己对于他这个人格来说是一种向下的一个行为，他希望自己能够戒掉这件事儿，所以呢，他很想通过把自己的财务大权上交来被动的让自己斩断这件事儿。但是呢，他一想到我真的把财务大权上交了，我就真的不能出去玩了，他又有点害怕。懂了没有？他也是一种就是非常交织的一种心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就是你就直着明着跟他聊，知道吧？你就明着跟他聊，我为了罚你这个款，就是为了慢慢的跟你戒掉这个瘾。就是这样，对吧？我为了让你变成一个更高级的人，我要跟你陪跑，
是不是？哎，你说这一下子你那个母性光辉是不是上来了？对吧？把自己要把米的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合理化，是不是？你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事儿不是别的，第一我怕你身体不健康，第二我觉得你这个人活得不高级，对吧？我希望你能够变成一个越来越高级的人，我相信你也不想做这样的事儿，但是人不能光靠自己约束自己，自己约束自己是约束不了的，一定要靠外力来约束。所以我现在找你罚款是为了用我的力量来约束你，对不对？是盘圆了是吧？一下就给他盘圆了啊！没有关注的点个关注啊！我们说的就是实话呀，对不对？没有加粉丝团加个粉丝团啊！没有看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或者是想找我们1v1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来下一个，真的，所有的有恶习的人，他都是一边享受着恶习，一边内心又极度痛苦。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件事儿，对不对 ？Hello，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说。Hello， 你说。听不到喽，听不到喽。你们就想想你们自己，你们有的时候天天暴饮暴食，你好，自己长胖，你痛不痛苦？但是你嘴巴上又吃，精神上又觉得这样不对，是不是 ？Hello， 你好。你说。你好，请问能听到吗？你说。又听不到了。重新连一下，谁不想变成一个更高级的人呢？其实谁都想，知道吧？但是人呢就是这样，跟自己的那个低级欲望做斗争，都有个过程，是不是？你像那些每天蹦迪的不一样的，天天蹦，他觉得自己呀，这样好空虚，是吧？他觉得自己这样特别不对，但是呢，你要让他就此戒了吧，他又有点慌，他戒不掉。我跟你们讲真的，我跟你们讲啊，等会儿那个待会儿连。我跟你们讲，那次我有一个弟弟，知道吧？我认识这个弟弟，他呢很年轻，95、98的。但是他发家发得很早，他前几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可能搞了上亿的现金流在手上了，然后他就开始无所事事了吧。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个小鲜肉，真的还挺帅，你知道吧？结果没想到后来就开始放任自流，就天天跟着他们在各种夜谋会里头，那就是开始当大爷，这个夜谋会，明天那个夜谋会，然后我就看着他逐渐油腻，逐渐走形，知道吧？天天就是这里唱歌，那里喝酒，就是这女的那女的。然后呢，前段时间我们一起吃饭，我就特别语重心长的就跟他讲，我说你一定要自律，我说因为你现在太年轻了，我说如果你像现在这样的状态往下走，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变得非常空虚。他马上接了一句，我现在就觉得空虚。他说我现在就觉得蛮空虚。我说是的呀，我说我知道，我说你会觉得好像每天你沉迷于这个东西过程当中的时候，我说这个是一种低级趣味，对不对？我说你知道自己在享受一个低级趣味，但是呢你又没有那个力量把自己从这个低级趣味里面拽出来。我说你要下意识的去做一些自律的事情，我说你去运动也好，去读书也好，去学习也好，我说你要去寻求那种更高级的快乐。我说否则以你的年龄跟你现在的财富水平，你过几年可能你命都不想要了，因为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我就给他讲故事啊，我说我妹妹原来有个同学，上初中的时候，他是校草，然后开法拉利，就是家里都是法拉利，长得贼帅，成绩全校第一。后来那个男孩子，他把自己咔嚓了，跳了，留了一封信就给他父母，说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要追求什么，这是个真事儿啊，这是个真事儿。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我说你呢，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成年版的他，对吧？
我说你天天沉浸在低级趣味里，你慢慢就会觉得你的人生没有追求。我说这个就是你生命的一种滑铁卢。我跟他讲完这个话之后，哎呀，他当时我一定要改，他说我一定要改，然后他回去以后就跟他们那几个哥们儿就说，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我要自律，他说我要对自己有更高级的追求，我不能沉迷于这些低级趣味。然后就从1个星期可能要去7天夜总会，然后就可能现在降下来了，降到1个星期可能去3天。他说一下子让我改吧，我改不掉，但是我要慢慢改。我真不骗你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谁不想成为一个更高级的人呢？但你得把他这个道理给他讲透，知道吗？来，把刚刚那个连上来，我真不骗你们。你好，哎 ，Hello， 你好，你说。你好，又没了。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不好意思。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不好意思。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你们不要戴耳机啊，不要戴耳机。高级低级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个多巴胺和内啡肽嘛，对吧？多巴胺就是这种低级的快乐，内啡肽就是更高级的快乐。我们都要有，但是呢，我们不能一直沉迷于这个多巴胺里头。Hello， 你好，请问能听见我说话吗？哎，可以，你说。是这样的，然后我今年是25岁，然后是临床的在读的研究生，然后家里是非常普通的，然后那个男生是大我7岁，是33岁这样子，然后他是年入8位数，他是围城外，但是他除了我之外是有一位长期的女伴的，然后那位女伴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然后出来一个小人，对，然后他也不准备跟那个女伴去领证，就是去扯本，然后他跟我也不准备在国内去领那个本，他跟我说的是，如果跟我在一起的话，会去别的国家，比方说去爱尔兰啊，或者是漂亮国这种地方领证，因为他说他最后也要去，不准备在国内待，是准备去外面的。然后如果那样的话，第一个他那个女伴会找我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移米的话会很麻烦。然后那个他现在是特别想跟我有一个小人，然后我现在比较疑惑是我是应该花米怎么样？就是他给我的米吗？你的意思是？他也没有花很多，我跟他1年差不多50米吧。50万？对。他多大？33岁。什么财富量级啊？每年收入1000万。对。不是做什么正经行业的吧？他是自己开公司的，也是搞金融的，做投资的。肯定不是做什么正经行业的，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做什么正经行业的。这种的话，你得有大的东西下来，你才考虑这个问题的呀。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特别怕我飞走，他就总是不会给我一些现的米，他总是给一些弯弯绕绕的米，然后也会定期查我每个月账户上的米有没有花掉，如果花掉的话，他才会给我新的。对，这样子。他多偶嘛，是这样的，他在为自己未来的无限多偶做铺垫嘛，这就是他未来无限多偶的一种模式啊。每一个人都要花他的米，但是受他的控，就是手上没有大的流动资金嘛。对，然后而且他管控也挺严重的，比方说手机的 ID 都要登他的号码，甚至我要可能随身带一个手表的那种，他要随时听到我说话，或者是听到我周围的声音。这都不是重点，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给少了。就是现在的米并不够是吗？对，他的这种行为，君王行为，君王制的这种行为，那他这个米给太少了呀，他这花这么点散子儿就要搞这么大个劲。他还跟我说过，就说现在是我可能比较想要一个，因为我是比较传统的，我就想早点要，然后
后面为读博什么的做铺垫，我感觉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对，然后学费也是让他付的，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不想让我自己去做这个事情，他跟我说想 DIY，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着比较合适一点。我跟你聊重点，你老是在跟我聊边缘化信息，真的。你根本就不懂，米才是重点。给就是什么都好说，他说怎么搞就怎么搞，问题是给的太少了。他50个 W 后面加个0差不多，少太狠啦。他现在你说他一年能有个200-300个的这种投入吧，他的这个行为模式聊的这个天儿，我还能稍微忍一忍，太少了。这我怎么听得进去呢？你说的那些东西都要边缘化信息。哎，我带不带球，我是自个儿带还是 DIY， 我还是去爱尔兰还是到哪里，这些不重要呀，重要的是我要看到这个呀。那是要怎么引导他给我直接说呀？你说的东西我都能接受，你对我的管控我都可以接受，但是前提是你给我的付出要到位。你说你不给我的付出到位的话，就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去服从你啊，对不对？你说你是在干嘛呢？你是在花相应的物质在我这里购买足够的权益啊。你说你现在就是没有给我付出那么多，但是你要的权益太大了，你不觉得吗？你反问他一句啊。他本人就我觉得蛮抠的，就我每次一说这个呀，根本就没有意义啊！如果抠的话，跟这个男的在一起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要为了他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你是脑子被硫酸泼了吧？真是对，然后我还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那个女生，就她另一个女伴，然后知道我现在在哪儿，我也比较担心她去学校找我啊，或者去单位闹，我也比较担心。单身个毛，他自己都没个身份。行，闹过来了，你是给他鼓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鼓掌，结婚证给我看一下。结婚证给我看，你不是他老婆吗？结婚证给我看看。对，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就让他你再多一点，然后再考虑这个事情，要不然可能有点不靠谱。对呀。净给我聊些边缘化信息，真的是。明白了。那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学业，要继续这个事情。然后学业，我的妈！我刚才没听到这个信息，你疯了吧？你真的是，你毕业证又不想要了，我的个妈！我们这个直播每一场都会有那么个把2个不想要毕业证的女的，这脑子真是被硫酸泼了，完全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点那个啥，就是想不开，我就很怕他现在对现在已经出来这个小人投入太多的感情，然后我怕他心思就被过去了。关你屁事！他本来心思也不在你这儿，他给你花了500万了吗？他心思怎么能上你这儿来呀？那花了得个，他们1年在那个商 K 都要花恨不得200个，在你这就花50，你看看你连那都不如。你觉得他心思在你这儿？你觉得他心思在你这儿？咋想的呢？行，好，好，谢谢，好，就这样，拜拜。拜拜。1年挣上千万的男的，你说他1年吃喝玩乐得花多少？他在你这花了50个，你还在这感恩戴德呢。妈呀，真的是这么小的年纪还在上学，你想找大佬，你不找个？你们要拿青春去换米的时候，一定要换个好价钱，好吧？真的，我求求啊，我求求，我也不是不让你们换，我真的，哎，这个男的真的是搞笑，30出头他就开始玩那种超级大佬的那个调性了，是吧？还什么让你把表带着，还随时随地要听到你说话，还要监控你的账户，还是个不知道哪儿学的些恶习，真的不知道他那什么圈子，他学的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玩意儿，年纪轻轻的正事儿不干，米不花，天天就想低成本持有，这什么玩意儿啊！真的是，我操，不知道是不是跟他爹学的。哎呀，听着都是上头，我们这个是上头直播间呐，上头直播间，真人秀上头直播间。来，没有关注的宝子最后再点波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
我在这里，在我的案例这个地方听到这种类型的，都是花了至少1000万、2000万往上走的，人家才会这样。没有花到个1000万、2000万往上走的就没有这样的，哪有这样的呀？后面掉俩零，你这要学金贵的关系。金贵的关系专门给大家讲怎么去分辨真正的优质的圈层或者是优质的人物啊，怎么去找到真正的贵人，怎么去借助这些人的力量去向上攀爬，以及锁死一个正确的发心啊，锁死正确的发心，好吧？金贵的关系怎么学？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一个圈圈的入口，你们可以通过圈圈找到我们的金贵的关系、金贵的社群以及1v1的方式。我们每天也会整理我们的直播金句，用文字的形式发到我们的圈圈里面，还有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啊，圈圈里面也会有。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一场直播是在周六的早上10点钟啊，下播啦。爱你们，爱你们！不要相信别人给你们发的某私某信啊，只有一个渠道，就是圈圈里面小助理在里面给你们发的码啊。好，拜拜。